今天我们要谈一个震撼全球的事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居然被美军突袭抓走了。更劲爆的是，这件事让人不禁要问，习近平会不会也快不上他小弟的后尘，被美国给逮了呢？西包子一向自诩国际大哥，没想到如今他最铁的兄弟之一马杜洛竟落得如此下场，实在令人唏嘘。不相信吗？那我们就深入来聊聊整个过程和背后的盘算，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又为何说这对习近平是个大大的打击。2026年1月初的一个凌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天空突然炸开了锅，当地人在黎明前被震耳欲聋的爆炸巨响惊醒，窗户玻璃随着连环爆炸而颤抖，整个地面都在震动。原来美国总统川普下令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空袭行动，目标直指委内瑞拉军方的核心据点，战机在夜空中呼啸，美军精心策划的闪电突袭惊艳登场，爆炸声此起彼落，火光将夜空照亮，首都及多个州的军事设施遭到毁灭性打击。委内瑞拉政府仓皇发布紧急声明，怒斥美军的突然袭击让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然而更惊人的消息紧随而来，在猛烈的空中打击压制后，美军特种部队闪电般突入行动，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活捉了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洛及其夫人。是的，你没看错，美国人直接把一国现任总统给抓了。川普总统随后透过社群媒体兴奋地宣布这项战果，马杜洛夫妇已被美军成功逮捕并送离委内瑞拉。在短短几个小时内，马杜洛这位在位10年的拉美强人便从高高在上的总统沦为了戴着手铐的俘虏。消息传出后，国际社会一片哗然。黎明时分，一架载着马杜洛的美军运输机悄然降落在美国纽约的一处军事基地。当马杜洛被押解下飞机舷梯的照片曝光时，全世界都震惊地意识到，继巴拿马强人诺列加在1989年被美军捉拿之后，美国再次上演了跨国抓捕他国元首的戏码，而且对象正是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委内瑞拉总统。回想就在半年前，马杜洛还在公开场合嚣张地嘲讽川普，放话说有种就来抓我啊，我等你，别让老子等太久。他甚至直接骂美国是胆小鬼。那是2025年8月，川普重新入主白宫后不久，宣布提高对马杜洛的悬赏金至5000万美元。面对美国将悬赏翻了数倍，马杜洛选择在镜头前大放厥词挑衅，美其名曰展示强硬，其实多少带着一丝侥幸。他笃信美军不敢真的动他，毕竟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在拉丁美洲极少直接出兵，况且委内瑞拉还有中俄撑腰。然而马杜洛万万没料到，这句来抓我啊，懦夫，居然真的成了他命运的伏笔。如今白宫官方社群账号还特地发布了他当初嚣张呛声和如今被上铐押解的对比影片，讽刺意味十足地写道：你现在该懂了吧？马杜洛曾经自信满满，如今亲身体会到何谓现世报，真可谓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更讽刺的是，就在8个月前的2025年5月，马杜洛还风尘仆仆地跑到莫斯科去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时习近平和他满面春风的握手寒暄，习大赞两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结下铁杆友谊，称中委两国是相互信赖、共同发展的好伙伴。马杜洛也不吝拍马屁，夸赞中国是委内瑞拉伟大的朋友，强调委国期待与中国加强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要知道，马杜洛上任以来多次访问中国，每次都获得高规格接待，不仅大肆获得中国晶圆贷款，还公开大赞中国的华为手机好用。短短几个月前，习近平与他把酒言欢，称兄道弟，好不热络。习近平当时肯定想不到，才不到1年光景，他口中的这位铁哥们竟会被美军从总统府拖出来，直接架上一架飞往纽约的军机。这张昔日习近平与马杜洛把手言欢的合照，现在看来格外讽刺，彷佛是一张死亡之握的见证。对习近平而言，马杜洛如今的遭遇无异于当众被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不惜违反国际常规去抓人呢？川普政府究竟盘算了什么？又如何做到如此干净利落？
这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和经济算计，我们得从头说起。其实，美国对马杜洛早就恨之入骨。2020年，美国纽约联邦法院就以毒品、恐怖主义等罪名起诉了马杜洛，指控他伙同哥伦比亚叛军向美国大量输送可卡因。川普第一任期末，司法部甚至悬赏了1500万美元捉拿他，但是马杜洛仗着国内军方支持，靠着中俄撑腰，一直稳坐总统大位，美国对他束手无策。川普下台后，继任的拜登政府对委内瑞拉政策相对软化，还一度考虑缓和制裁换取石油。然而2025年川普卷土重来，再次入主白宫后，对马杜洛的态度立刻从怀柔转为强硬。他公开将马杜洛称作毒枭统治者，认定委内瑞拉政权是西半球的毒瘤。川普政府在2025年重新包装对马杜洛的指控，打出反恐大旗，把马杜洛形容成支持恐怖组织的国际罪犯，并在那年把对他的悬赏金一口气提高到5000万美元。这个悬赏金额之高，可见川普政府抓人的决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另一方面，委内瑞拉常年陷于经济崩溃和大规模贪腐，国内民不聊生，大批难民涌向美国边境寻求生机。川普一直对南方边境的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问题耿耿于怀，认为马杜洛政权是祸源之一。他多次声称，大批暴力罪犯和毒贩经由委内瑞拉渗入美国，毒品泛滥和移民潮让美国社会头痛不已。因此，对川普而言，拿下马杜洛不仅仅是执法行动，还能满足他在国内宣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需要，向支持者证明他对毒品和非法移民问题动真格了。抓一个拉美独裁者出气，对川普来说更是一场绝佳的政治秀，可以凝聚选民对他的信心。此外，不得不说，石油利益是这场行动背后的一支隐形推手。委内瑞拉坐拥全球最大原油蕴藏量，但因美国多年制裁，其石油产业凋敝，出口大受影响。本来中国和俄罗斯一直是委内瑞拉石油最大的买主和投资者，然而川普对委国出手，未必没有觊觎其丰富石油的算盘。事实上，在抓捕行动后，川普公开声称美国将暂时运行委内瑞拉，这话透露出的意思耐人寻味。美国不仅要除掉马杜洛，还可能直接掌控委内瑞拉的油气资源运作，至少在新政府就位前由美方托管。川普甚至毫不掩饰地提到委内瑞拉石油产业的巨大潜力。看来，在川普眼中，光封锁制裁还不够解渴，只有把人抓了，把油田握在手里，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一语道破了这次行动的多重目的，既为国内政治加分，又为美国经济利益服务，可谓一箭双雕。美军此次能够如此迅速地抓获马杜洛，绝非心血来潮的冒险之举，而是经过长期准备和渐进升级的结果。我们来梳理一下前因后果。其实，川普政府就在为这场行动做铺垫。美国一方面加强对委内瑞拉的经济制裁，特别盯紧委国绕过制裁偷偷卖油的渠道。美国财政部连续锁定并制裁了一批帮助委内瑞拉运油的境外贸易公司和油轮。同时，在加勒比海和委内瑞拉近海，美国海军和海岸防卫队动作频频，不是击沉涉嫌运毒的船只，就是强行拦截可疑航运。川普和他的国安团队也在公开场合不断强调委内瑞拉带来的毒品和罪犯威胁，营造出美国已经忍耐多年，现在必须出手的舆论氛围。可以说，舆论和法律基础都铺垫的差不多了。到了2025年末，美军更在委内瑞拉周边进行了为期数周的军事部署和封锁演习，海上的拦截行动一再升级，甚至传出美舰在公海击毙拒检船只的事件，引发轩然大波。但美方解释，这些都是执行既有逮捕令，不是挑衅。其实，美国明眼人都看出来，川普政府这是在测试各方反应，同时渐进式升高对委施压的程度，为最终的武力行动探路。当国内外反应并没有出现不可控的强烈反弹时，川普就知道时机差不多成熟了。他急需在新任期内树立权威，展示强硬，拿下马杜洛无疑能极大满足他的政治需求。于是，一场石破天惊的跨境执法行动就在2026年新年伊始付诸实行。
美军的行动计划可谓滴水不漏，环环相扣。他们事先投入了数月时间练兵推演。据美媒披露，特种部队在美国本土搭建了马杜洛官邸的逼真模型，反复演练突袭方案。美国的情报系统也出动了卫星、无人机和人力间谍，日夜不停地盯着马杜洛的行踪，寻找他的安全破绽。终于，他们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窗口。2026年1月初，据称马杜洛在总统府过夜，而他的几名亲信军官刚好不在首都。美军决定就是这时候动手。我们已经看到，行动当晚，美军先发动空袭，瘫痪委内瑞拉的防空力量和军营指挥系统。在对手还没从连环爆炸的震慑中反应过来时，美国特种部队已搭乘隐形直升机趁乱急降在总统府附近。他们迅速突入府邸内部，展开室内近距离战斗。据传马杜洛的总统卫队和特勤队判死抵抗，但完全不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美军对手。交火过后，马杜洛的贴身警卫队几乎全数阵亡。特种部队士兵冲进一间豪华的防弹房间，发现满脸惊恐的马杜洛和他的夫人躲在里面。几分钟内，这对总统夫妇就被反绑双手制服在地。行动全程快得像闪电。据了解，美军甚至直到行动开始后才紧急通知了国会中极少数几位关键议员。换言之，为了确保绝对奇袭的效果，这次任务被极度保密，只有少数决策者知情。整个抓捕过程从开始突袭到撤离现场不过短短几分钟。当天的第一缕晨光照进满目疮痍的加拉加斯街头时，马杜洛已经被押上直升机，转移到离岸的美军舰艇上。随后他被迅速送往机场，直接挤上美军早已待命的运输机，飞越加勒比海，直奔美国本土。川普兴奋地在他的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炫耀，美国成功对委内瑞拉实施大规模军事袭击，已将马杜洛夫妇抓获并驱逐出境。他还宣布，美国将暂时接管委内瑞拉的治理。言下之意，美国在西半球的霸主地位不容挑战。国内外反应褒贬不一，法律争议暗涌。马杜洛被活捉的消息一出，全球媒体疯狂报道，世界各国领袖纷纷发表看法。在美国国内，舆论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局面。川普的共和党支持者们欢欣鼓舞，称赞这是美国对抗毒枭和暴君的重大胜利，认为川普总算兑现了对选民的强硬承诺。而反对党民主党人则多半持批评态度，质疑总统未经国会授权擅自行的合法性。一些民主党议员愤怒地指责川普绕过国会，违反国际法，担心美军可能因此陷入委内瑞拉漫长的烂泥潭。他们警告说，推翻一个政权容易，但之后怎么办？对此，川普和国安团队早有准备，他们拿出一套法律说辞，声称这次行动并非侵略战争，而是执行联邦逮捕令的跨境执法行动，美军只是为了保护执法人安全而提供协助。川普政府援引了美国宪法第2条，赋予总统在紧急情况下采取有限军事行动的权利，以及历史上抓捕恐怖分子的先例，强调这不是发动新战争，只是强化版的反恐突袭。然而，许多法律专家和媒体社论立刻指出，这套说法漏洞百出，几乎是在强行把一次大规模空袭和抓捕美化成普通的抓嫌犯行动。美国政府显然是在玩文字游戏。抛开美国国内的争论不谈，这次美军逮捕别国元首的行为在国际法层面确实引发了巨大争议，各国政府的反应可谓冰火两重天。一些美国的盟友，如邻近的哥伦比亚和巴西，虽然对美军未经联合国授权动武有所顾虑，但他们对马杜洛政权倒台还是松了一口气。尤其是哥伦比亚方面，马杜洛长期包庇哥伦比亚叛军和贩毒组织，令邻国头痛多年。哥伦比亚总统甚至感谢美国除掉一个祸害，只是态度上不便过于高调。而欧洲盟国则反应较为矜持。欧盟发表声明重申，他们意视马杜洛为独裁者，乐见委内瑞拉迈向民主，但也强调任何行动都应尊重国际法和多边程序。有些欧洲外交官私下抱怨，川普的单边行动让他们措手不及。如果开了这个先例，未来国际秩序将更难以预测。至于国际组织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对此表示高度关切，
强调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原则是联合国宪章的基石。应中俄等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火速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委内瑞拉局势。中国和俄罗斯在会上强烈谴责美国的行动完全非法，并试图推动通过一项谴责美国违反国际法的决议。然而，由于美英法等西方常任理事国的反对，安理会陷入了激烈交锋，最终未能就此达成一致决议，只发布了主席新闻声明，对局势表示忧虑。尽管如此，这场外交交锋让国际社会更加认识到，美中俄三强在地缘政治上的角力正变得空前激烈。对北京当局而言，这次事件无疑是在自己脸上狠狠扇了一巴掌。习近平政府一边要维护委内瑞拉铁杆盟友的人设，另一边又不想在美国家门口与川普正面冲突，所以反应显得格外微妙。消息传到北京时，据说中南海高层震惊万分，习近平当晚连夜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听取汇报。毕竟马杜洛不是普通的小国领导人，而是中国在拉美投下巨额资本和心血的自己人。中国外交部随即发表措辞强烈的声明，谴责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单边军事行动，表示坚决反对。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动用武力干涉别国内政，外交部发言人痛斥美方是典型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求立刻释放马杜洛并撤军。中国还紧急联合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谴责美国的决议草案，虽然最后没有通过，但也是要在国际舞台上表明态度。更引人关注的是，习近平本人也透过公开场合对此事表达了极大的不满。刚好1月5日，爱尔兰总理马丁访华，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他时，借机发表了一段重话。习近平提到，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直指单边霸凌行径严重冲击国际秩序，各国都应尊重别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原则，并强调大国尤其应该带头。话锋一转，习近平明确点出了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攻击、逮捕总统马杜洛的事件。他批评这种行径是对国际秩序的破坏，暗示美国自诩大国却胡作非为，是在开极其危险的先例。习近平呼吁国际社会要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不让世界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番讲话显然是在向美国兴师问罪，只不过他借着接待外国元首之机说出来，以避免直接与川普对骂，但意思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北京也在积极评估此事对自身利益的影响。南华早报等港媒分析认为，中国会谨慎重新调整立场。一方面，中国必须谴责美国的流氓行径，以维护国际道义形象，但另一方面，中国很可能不会在实质上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因为委内瑞拉并非中国核心利益之所在。北京深知拉美是美国传统势力范围，在那里硬碰硬只会得不偿失。港媒引述学者的观点称，中方大概率会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声讨归声讨，但不采取过激行动。例如，中国很快就在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谴责美国，但不至于动用别的手段报复。甚至有人推测，北京私底下可能还松了一口气，因为委内瑞拉局势乱局由美国揽下去了，中方刚好可以隔岸观火，避免深陷泥潭。同时，中方也准备利用此事加强与拉美其他国家的联系，批评美国不择手段干涉他国，试图把拉美国家对美国的反感情绪转化为对中国的支持。可以预见，接下来中国在拉美可能会更注重经济合作和怀柔政策，小心避免触动美国敏感神经。不过，不管中国官媒如何粉饰太平，有一点是无法否认的，委内瑞拉变天对中国利益是一场重创。首先是经济层面，中委之间盘根错节的巨大利益，如今面临不确定性。香港媒体分析指出，这将对中国造成3大影响：债权、贸易和投资。我们逐一来看。债权风险，中国过去10几年透过各种渠道向委内瑞拉提供了超过620亿美元的贷款，这些贷款大多是石油换贷款方式，也就是委内瑞拉用石油偿还中国。委内瑞拉是中国在拉美最大的债务国之一，占到中国对整个拉美资金融资的 45%。
然而自从2015年后，中方就停止了对伟国的新贷款，因为发现马杜洛政权实在不可靠。即便如此，到目前估计委内瑞拉还欠着中国约200亿美元没还。现在马杜洛被推翻，新政府很可能会重审这些对华债务。一来，新政权为了获得西方援助，往往愿意配合美国暂停还款，甚至冻结部分资产，让中国收不回钱来。二来，就算新政府想还，中国要拿回钱也困难重重，因为马杜洛时期的一些合同和项目可能被认定为贪腐或不平等条约，需要重新谈判。拉美有不少潜力，政权更迭后优先偿还西方债权人的钱，却把中方的账给展延或减免，因此中国这几百亿人民币的债权很可能得打问号了。这无疑让北京决策者相当头疼。贸易转向，委内瑞拉这些年受制裁，对外贸易几乎停滞。即便如此，中国仍是委内瑞拉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2023年，中国对委内瑞拉出口约 3.45 亿美元商品，2024年增至约48亿美元，而委内瑞拉对中国出口则从 7.39 亿美元骤降到3亿美元。可见美国制裁已让委国对华出口，主要是石油大减。但未来如果委内瑞拉建立一个亲美的新政府，美国可能解除对其制裁并给予经济援助，那么委内瑞拉很可能会倒向美国市场。毕竟重新获得美国市场准入和投资，对重振委内瑞拉经济至关重要。到时候，委内瑞拉恐怕会减少从中国进口，改买美国或盟国的产品，出口石油也优先卖给美国，以换取美方的善意。如此一来，中委双边贸易恐怕会继续下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一些地方炼油厂非常依赖委内瑞拉的种植原油，因为那种油价连量大，是中国能源进口的补充来源。如果委国把石油转卖给美国，中国就得设法从中东或俄罗斯寻找替代来源。然而委内瑞拉的重油有其独特性，短期内完全替代不易，这将造成中国能源供应链的一阵紧张。短短几天内，国际市场已经在反映这种担忧，油价出现波动。中国可以说被美国这一招打得措手不及，在经贸上面临新的挑战，投资受挫。过去10年，中国在委内瑞拉投入了大量资本和项目，从石油开采到基础建设，再到通讯设备，几乎无所不包。华为公司承包了委内瑞拉的电信网络升级，中国的国企参与了当地水电站和铁路建设，中石油更在委内瑞拉油田有多处投资。这些中资项目在马杜洛庇护下虽然艰难运行，但好歹有政府照应。如今政权更迭，这些在建或运营的项目前景难测，新政府很可能会审查中资企业的合同，甚至可能以不公正或贪腐为由终止部分项目。另外，若美国临时托管委国政务，也许会对某些中资企业采取不友善措施，例如冻结中方在当地的资产，限制中企参与新的能源开发等。比如有报道称，中国一家名为 China Conquer 的公司原本和马杜洛政府签了大单，要大举投资委国石油业，现在恐怕要黄了。所有这些变数都意味着中国在委内瑞拉深耕多年的布局将面临损失乃至被清零的风险。从一带一路倡议角度看，委内瑞拉原本是中国连结拉美的一个重要节点，马杜洛下台相当于这个节点暂时断电，中国在拉美推进一带一路的雄心也被浇了一盆冷水。综合来说，马杜洛政权的垮台让北京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一方面，中国要表现出对盟友的道义支持，谴责美国，同时设法确保至少部分债务能收回，投资不至于打水漂。另一方面，中国又不愿为了一个拉美盟友与美国正面冲突太深。在这种矛盾心理下，北京接下来大概会采取观望策略。有分析师就指出，中国可能认为与美国正面硬碰得不偿失，毕竟西半球对美国的重要性远甚于中国。北京明白，要把美国和西方势力赶出拉美并不容易，所以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会看到中国继续高调谴责美国非法，但同时私下低调地与委内瑞拉新政权接触，努力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在外交上，中国也许会更加小心翼翼，避免再给美国找到借口在其他地区搞斩首行动。毕竟这回马杜洛的遭遇，对所有与中国交好的威权领袖
都是一个寒蝉效应，连中国都保不住你。美国要动手时说抓就抓，还有谁能有安全感？对习近平来说，更尴尬的不仅是马杜洛一人倒霉，而是近年来一连串和他关系友好的国家领导人接二连三出事，庞佛中了魔咒一般。这不禁让网友们戏称，习近平难道习得了一门黑魔法，一握手就把盟友送进了地狱？有人甚至调侃习主席拥有全球最强的死亡之握，凡是跟他亲热合照、称兄道弟的领导人，没多久都碰上了大麻烦。听起来匪夷所思，但细数最近几年的案例，真有那么点意思。我们就来看看都有谁上榜。首先，当然是刚刚出事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他不仅多次访华，还在2025年5月于莫斯科与习近平亲密会晤。没想到才过几个月，就被川普逮了个正着，直接给押往纽约受审。马杜洛原本吹嘘对中国铁杆友谊，如今换来一副冰冷手铐，真是讽刺至极。再看第二位，上榜的是尼泊尔前总理奥利。这位尼泊尔强人过去也是跟北京关系密切的政治人物。2025年8月底，时任总理的卡德加·普拉萨德·奥利右翼奥利前往中国天津参加上合组织峰会，并出席中国的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活动，期间与习近平碰面会谈，两人高调合影，习近平把酒款待，场面亲厚。然而谁能料到，奥利前脚刚回国，后脚国内就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抗议。原来尼泊尔民众早就对奥利政府封锁社群媒体、限制言论自由的专制行为积怨已深。奥利从中国回国不到1周，示威者走上街头声讨政府滥权，更有数十人在冲突中丧生，激起全国公愤。奥利见势不妙，于9月9日被迫宣布下台，而且据说连尼泊尔总统鲍德尔都一同辞职走人。尼泊尔政坛来了个大地震，想想看，奥利可是刚跟习主席亲热握手没几天啊！如今那张天津合影照片也成了笑柄，有媒体配字，奥利沦为习近平死亡之握的新 offer。 可怜的奥利本想抱紧中国大腿，换来的却是灰头土脸地下台收场。第三位，孟加拉前总理哈希纳也难逃此劫。雪赫·哈希纳执掌孟加拉长达10多年，是该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理，也是一位与中国极为亲近的女强人。2024年7月，哈希纳时隔10年再度访问中国，受到高规格接待，还和习近平在北京亲切会谈。中国驻孟加拉大使当时称哈希纳此访是历史性访问，扬言要翻开中孟关系新篇章。孰料仅仅几周之后，孟加拉国内就爆发了轩然大波，大学生走上街头，掀起大规模学运抗议，反对哈希纳政府不公的公职人员配额制度。这场学潮越演越烈，政府出动军警血腥镇压，造成大约1400人伤亡，激起全民更大愤怒。短短1个月内，哈希纳政府岌岌可危，终于在8月初，哈希纳宣布辞职下台，并仓皇和几名亲信官员一起连滚带爬逃亡，直接飞往邻国印度寻求庇护。更惨的是，哈希纳流亡后，孟加拉新当局对他展开了清算。孟加拉的一个国际战犯法庭，这名字听起来像特别为他准备的以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为由缺席审判，并判处哈希纳死刑。一代女强人竟落得个逃往海外，背负死刑判决的悲惨下场。要知道，就在她出事前不久，她还在北京和习近平称兄道妹，谈笑风生呢。难怪网友戏谑，和习近平握完手，哈希纳是逃亡又判死，这握手真要命。不仅亚洲友邦出事，连远在中东的老朋友也没能幸免。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可以说是习近平名单上的又一个死亡之握案例。阿萨德执掌叙利亚多年，在残酷内战中苟延残喘，背后多亏了俄罗斯和伊朗撑腰，而中国也一直在国际场合力挺阿萨德政权，反对外国干涉叙利亚内政。2023年9月，阿萨德历经12年战火，首次走出国门，携妻带子高调访问中国。习近平在杭州会见了阿萨德，宣布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阿萨德还罕见地参观了杭州灵隐寺拜佛，中叙两国上演了一出亲密秀。岂料
好运并未眷顾这位从战火里捡回一命的独裁者。根据外媒报道，2024年底，叙利亚局势突然峰回路转，阿萨德政权在几场关键战役中惨败，国内反政府力量在西方秘密军援下卷土重来，饱受制裁和战争拖累的叙军终于支撑不住，民众对阿萨德家族长达半世纪的统治彻底失去耐心，反对派武装在首都大马士革发起总攻，甚至冲进总统府，而阿萨德在俄罗斯默许下选择弃守政权，仓促搭乘军机逃往莫斯科避难。2024年底，阿萨德被推翻并流亡俄国的消息震动中东，至此，阿萨德家族50年的统治寿终正寝。讽刺的是，就在1年前，习近平还和阿萨德站在一起，高呼反对霸权主义，强调共同推动国际公平正义。结果阿萨德和习近平握完手，也没逃过下台流亡的命运。以上这几位可谓是近年来习近平死亡之握的典型，代表了马杜洛被美军逮捕押走，奥利回国1周内丢官下台，哈希纳逃往海外又挨了一记死刑判决，阿萨德则直接被赶下台流亡他国。更妙的是，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几乎全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国或受援国。委内瑞拉就不用说了，是中国在拉美“一带一路”的重要据点。尼泊尔和孟加拉是南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获得中国大量基建投资。叙利亚也早就和中国暗通款曲，想在战后融入“一带一路”经济圈。如今可好，这些大张旗鼓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领导人，不是垮台就是遭难，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力也跟着大打折扣。难怪有中国网友自嘲，习大大这握手也太邪门了，感觉比妙僧无花还厉害，谁碰谁倒。虽说是玩笑话，却也折射出中国在过去几年外交上的某种尴尬。满世界结交的朋友们纷纷出事，国际关系棋局瞬息万变，真是让北京始料未及。当然，我们也不能把盟友垮台全怪到习近平的手上，毕竟趋势因素才是关键。这些领导人出事各有各的内外原因，像哈希纳和奥利，本国民怨沸腾已久，只是刚巧赶在和习近平会晤后引爆。阿萨德则是多年战乱积累的结果，马杜洛的问题更是盘根错节，内有腐败滥权，外有美国觊觎。不过正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西晋频频平高调，站台支持的对象接连倒下，难免让人联想，更别提其中一些案例还真和中国的介入脱不了干系。比如斯里兰卡前总统拉贾帕克萨家族在2022年被民众推翻，就是因为国家陷入中国高额债务陷阱，加上经济危机四起，终于激起民变。这些事情综合起来，使得习近平握手之后见阎王的戏言开始在坊间流传开来。从自由媒体到网络论坛，都有人调侃习近平的手像是带电的高压线，谁碰谁倒霉。虽然这说法未免夸张，但确实反映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和心理。马杜洛的下场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被视为川普政府向全球其他威权领袖释放的一个强烈讯号，那就是只要美国认定有需要，即使你是国家元首，美国也敢动手。而这话外音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习近平本人。台湾有高层官员就分析指出，美军这次推翻马杜洛的行动，相当于对包括习近平在内的独裁领袖发出警告。川普愿意为了维护美国核心利益而动用武力，这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对北京形成了威慑，让台湾方面反而感到一丝宽心。毕竟，美国若连委内瑞拉都敢强势介入，未来在亚太如果中国胆敢对台动武，美国也很可能毅然出兵相救。至少川普政府目前展示出的魄力是十足的。当然，也有人担心另一种可能性，既然川普可以罔顾国际法擅闯他国抓人，那会不会助长了北京的胆量，让中共以同样借口对台湾或其他地区采取军事行动？毕竟中国也可以学美国的话术，宣称对台湾的攻击是国内执法行动呢。然而，台湾政府高层断然驳斥了这种顾虑。台湾国安官员表示，北京迟迟不敢动武，问题不在法律先例，而在军事能力。简单说就是，不是中共讲道理，而是他没有绝对把握。中共对台湾动武涉及的风险和难度，远非美军收拾委内瑞拉可比。说穿了，
北京缺的不是借口，而是信心和实力。所以川普这次行动并不会让共军更有胆，反而可能让北京心生顾忌，万一冒进犯台，美国会否像对付马杜洛那样更加坚决地予以还击？对习近平来说，马杜洛事件的警示意味不言而喻。聊到这里，回到我们开头提出的那个戏谑的问题，习近平会不会快被美国抓了？从现实来看，短期内当然不可能出现美军跑到北京去逮捕中国国家主席的戏码。但我们换个角度问，习近平本人会不会有那么一丝担心，某天他也遭遇类似的命运？毕竟，历史上许多曾不可一世的独裁者，最终都落得被擒被辱的下场。萨达姆海山当年何等嚣张！2003年，美军打进巴格达，把他从地洞里揪了出来，最后送上绞刑架。利比亚的强人卡扎菲撑了42年，2011年内战中被怒火中烧的反抗军乱枪打死，尸体在大街上示众。再早一些，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也曾作威作福，但战败后被送上国际法庭，客死囚房。这些前车之鉴，作为如今世界上权势最大的威权领袖之一，习近平不可能没有一点点触动。当然，目前的习近平和前面提到的那些领袖处境不同，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又是拥核大国，美国绝不可能像对付区区委内瑞拉那样直接派伞兵去北京抓人。即便将来中美发生冲突，美军瞄准的也主要是中国军事力量和战略设施，不太可能预设目标是逮捕习近平个人，因为那等同于要推翻中共政权。美国没做好和14亿人口的大国全面开战的准备之前，不会轻易触碰这个极限。然而，战略上不考虑，不代表战术上不可能。所谓斩首行动，正是针对敌方最高指挥官的定点清除。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开打首夜就试图用导弹定点击杀萨达姆，在2020年用无人机炸死伊朗将领苏莱曼尼，更早还对基地组织首脑本拉登展开跨境突袭。这些都显示美国军方具备进行斩首行动的意志和能力。如果将来台海真的爆发战争，而习近平被认定是战争罪魁，美军完全可能把他列为打击目标之一。一旦战火烧起来，导弹可不认人，习近平未必能保证自身安全。另一方面，假设有一天习近平失势下台，离开了他苦心经营的权力堡垒，又会怎样呢？他在执政期间的一系列作为，比如对新疆维吾尔族的大规模再教育营镇压，对香港民主运动的强硬镇压，以及隐瞒新冠疫情初期资讯等，都饱受国际社会谴责。如果习近平在中国国内权力斗争中垮台，或者中国政局巨变，他本人很可能会被新政权抛出来作为替罪羊，甚或交给国际法庭审判。尽管目前看似天方夜谭，但历史上这样的事不胜枚举。罗马尼亚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就是被自己的人民推翻后，立刻遭到军阀处决。塞尔维亚前总统米洛舍维奇被新政府引渡到海牙受审。苏丹前独裁者巴希尔在被军方政变赶下台后，如今也面临交给国际刑事法院的可能。习近平要是有朝一日失去权力庇护，曾经不可一世的他一样难逃清算命运。至少西方国家有不少人呼吁将他列为种族灭绝罪犯予以起诉呢。或许有人会说，中共政权如此强大稳固，习近平怎么可能失势？不过冷静想想，不到3年前，有谁会料到习近平最器重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会在任期未满时就灰溜溜下台？又有谁会预见随后上任的李家超竟会在国际上被制裁得寸步难行？再看看习近平近年的出访，有时连最基本的安全感都欠奉。例如2022年习近平出席英女王葬礼时，他本人不敢亲去，派了副主席王岐山去，因为担心西方舆论不欢迎他。去年赴印尼巴厘岛 G20 峰会期间，印尼方面透露习近平坚持自带防弹轿车和贴身安保，对他国安保不放心。这些细节无不显示出一种焦虑。习近平其实很清楚，自己在国际上不受待见，树敌不少。一旦离开中国本土，他的安全并非万无一失。如果真有朝一日国际局势出现巨变，习近平也未必能全身而退。更别说马杜洛自认有中俄撑腰都被逮了，习近平就更要小心了。说到这里，
有必要强调，我们并不是认为近期内美国会对习近平本人下手，毕竟中美仍保持基本外交往来，双方领导人还在互通讯息，不存在直接冲突的状态。然而，川普政府这次对马杜洛的霹雳手段确实起到了杀鸡儆猴的效果。有学者指出，川普此举意在把俄罗斯和中国势力赶出拉美，让全世界独裁者们感到不安。那些平时仗着中俄撑腰，认为美国不敢怎么样的强人们，此刻恐怕都在暗暗捏把冷汗。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试想，古巴的领导人、尼加拉瓜的总统，甚至伊朗的最高领袖，他们能不担心吗？虽然这些国家情况各异，但美国对马杜洛的果断行动无疑让他们如鲠在喉。就连远在亚洲的北韩金正恩，据传也对此高度关注。毕竟金氏政权也被美国列为眼中钉，只不过北韩手里有核武，美国才投鼠忌器。但金正恩可能更坚信核武的重要性了。看看没有核武的马杜洛就这么被端了。总的来说，马杜洛被美国活捉这一事件对习近平的震动绝对是巨大的。习近平辛苦经营多年的朋友圈一下子崩了一角，不仅损失了金钱和影响力，还在全球面前丢了面子。同时，川普的强硬手段等于是明晃晃地告诉习近平，别以为躲在核大国后面就安全无忧，美国有需要时一样敢直接收拾你的人马。习近平眼下当然还不至于被美国逮捕，但他内心难免会泛起阵阵寒意。西包子或许正觉得后背发凉呢。最近一连串盟友的倒台，庞佛给他拉响了一个警报，别以为自己天命在身，可以肆意妄为。当年的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哪个不是自以为稳如泰山，结果瞬间轰然倒塌。未来，习近平势必更加谨慎地维护自身和政权的安全，他可能会更加镇压国内异生，确保不会出现马杜洛那样的经济崩溃导火索，也可能暂时放缓对台湾等问题的冒进，以免给美军动武找借口。但另一方面，习近平或许也会更加偏执地拥抱中俄合作，想办法减少类似马杜洛这样被各个击破的可能。他会不会加速推进解放军的现代化，以图将来在亚太复制美国今日在拉美的强势呢？这也是可能的发展。正如台湾专家所言，北京缺的只是一点能力和把握。如果哪天他认为自己有把握，也许就不会有所顾忌了。总之，马杜洛的结局为所有专制者敲响了警钟，也让习近平实实在在地出了一身冷汗。曾几何时，习近平满心以为透过一带一路经营海外盟友就能构筑起对抗西方的同盟网，然而现实却给了他残酷的一击。那些貌似牢不可破的铁杆兄弟，其实是不堪一击的沙上城堡，而他自己作为幕后撑腰者，也难逃池鱼之殃。现在的习近平恐怕不得不重新审视国际格局中的风险，一个不小心，他精心布局的国际雄心就可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崩塌。而更可怕的是，假如有一天风水轮流转，习近平本人陷入险境，美国和国际社会又会如何对待他？这恐怕正是习近平挥之不去的梦魇。话说回来，历史的吊诡在于，很多独裁者从不相信自己会垮台，直到灭顶之灾真的降临头上。习近平一向自信于掌控局势，但连他也不得不承认，世界正在经历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充满不确定性。而马杜洛事件无疑是这变局中最戏剧性的一幕之一。对习近平而言，或许现在最好的策略就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千万别再以为揽紧几个小弟就能高枕无忧了。毕竟小弟们一个个倒了，老大的处境也愈发孤单。可怜的西包子如今只能睁大眼睛，亲眼看着他的小兄弟马杜洛悲惨下场，心有戚戚焉。至于习近平自己未来会怎样，是继续稳坐泰山，还是重蹈死亡之窝？名单上那些盟友的覆辙，历史的剧本总在不断翻新，也许只有拭目以待了。可是有了这一连串教训后，习近平夜深人静时，会不会偶尔冒出一丝寒意？毕竟今天的马杜洛也许不就是明天的某个缩影吗？2026这一年，
被不少预言家称为人类文明的转折年。中共政权的天命将告断裂，掌权逾10年的习近平可能在2027年从舞台上消失，象征中国力量的三峡大坝出现不祥的坍塌征兆。南方大省广东或许率先跳脱中央束缚，踏出区域自治的脚步。同一时间，在国际舞台上，伊朗酝酿着革命风暴，欧洲面临撕裂危机，全球性的水资源枯竭更可能引爆战争。而与此同时，人类科技或迎来重大突破，为我们开启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些听来仿佛灾难片剧情的预测，究竟有无根据？今天，我们就从历史与现实出发，深入探讨这一连串可能改变世界的大事件。我们先把目光投向中国。中国历代王朝更迭都有一个说法，叫做天命。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上天的授意，但当这个朝代的德行不足，民心丧尽时，上天就会以种种灾异示警，预告王朝气数将尽。民间俗话称天垂异象，国将兴衰，说的就是这种观念。比如史书记载，朝代末年往往灾祸频仍，例如大旱、洪水、瘟疫、蝗灾接踵而至，被视为老天对暴政的谴责。回顾近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令人不禁联想到这套传统理论。就拿2020年至2023年间来看，中国接连遭遇疫情肆虐、大范围洪灾与旱灾并存、经济下行压力剧增等挑战。长江在夏季干涸见底，荆楚大地爆发特大洪水，北方多省遭遇罕见沙尘与冰雹。不少网友戏称，这几年简直是十灾八难涌向中国。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天空中也出现了古人眼中改朝换代的异象。例如2022年底，北京和东北等地多次出现换日现象，天空中悬着3个太阳。根据唐代星象家李淳风在《以四战》中的古训提到，众日并见，天下裂分，意思是如果天空同时出现多个太阳，预示天下将要分裂，战乱四起。传说中的征兆竟在现代真实上演，难怪一些迷信的百姓开始嘀咕，莫非中共的天命真的要到头了？除了天灾异象之外，民心的变化也是天命是否犹存的重要标志。2022年底，中国多地爆发了所谓白纸运动的抗议浪潮，年轻一代走上街头，高举白纸抗议严苛的风控和言论管制，甚至有人公开喊出反对领袖的口号。这在高压统治下的中国极为罕见，仿佛让人看到了民心中的一丝裂痕。尽管当局迅速平息了风波，但那一幕透露出的民意汹涌，令外界意识到中共统治并非牢不可破。如果将天灾与人祸交织起来考量，今日的中国和历史上朝代末期的景象颇有几分相似。对信奉天命论的人而言，这未尝不是一种警讯。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传统历法中，每逢60年循环会出现丙午年和丁未年，被古人称为红阳节。据说这2年往往伴随大乱，翻开历史可以发现一些巧合。例如上一个丙午、丁未年是1966和1967年，正值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社会动荡达到极致。再上一个丙午年是1906年，当时清朝国运衰微，各地革命风起云涌，几年后王朝就覆灭了。而更早之前的明末清初，虽然纪年不同，但17世纪60年代也经历了连年饥荒和李自成的大顺起义。改朝换代，当然这些年份的巧合或许只是巧合，但民间因此对2026丙午年和2027丁未年格外忌惮，认为红阳节可能再次应验。近年不少预言文章也将这2年描述为人类文明的大变局之时，迷信也好，巧合也罢，当灾异与动荡真的开始密集出现，人们难免会把它和老天的旨意联系起来。不少海内外的观察家开始酝酿一个大胆的推测，认为2026年前后中共政权可能会步入衰亡的命运转折点。先说中国，网络上曾热传一位奇人王恩庆的说法，据称王恩庆被某些中南海权贵奉为国师。他早年大胆预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上有5颗星，分别象征5个中共领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没有第6颗，因为第5个
就是掘墓人，所以他认为在习近平任内，中共的统治将告终结。如今习近平正是第5任领导人，而中共建政已经70余年，接近历史上朝代寿命的极限。如果王恩庆所言有理，那么2026到2027年这段时间，也许就是他暗示的终局时刻。事实上，民间近来盛传一则北戴河会议的风声，据说习近平可能干完这一届之后不再安排接班人。这传闻无从证实，但与王恩庆的预言不谋而合，似乎都指向习时代将是红色政权的最后篇章。巧合的是，远在大洋彼岸的一位英国灵媒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也对2026年的中国做出了惊人预测。帕克以往因多次成功预言国际事件而小有名气，他在2023年11月发布了一系列对2026年的预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就是他看见中共政权将开始出现冰川式瓦解。这个生动的描述形象地描绘了一种并非瞬间崩盘，而是逐渐分崩离析的局面。简而言之，中央政权的控制力将一点点削弱，地方和社会的裂痕日渐扩大，最终整个体制如冰川融化般土崩瓦解。帕克甚至暗示习近平的个人命运也将出现重大变局。也就是说，在他的视野里，2026年或将标志着中国集权统治开始走向终结。耐人寻味的是，帕克同时预言了一系列独裁政权的倒台，包括他看见伊朗将发生革命、古巴政权出现变天等等，仿佛世界将进入一个威权政治大洗牌的阶段。东西方不同背景的预言居然在时间点和内容上高度吻合，让许多人既感震惊又期待。当然，预言终究只是预言，撇开玄学不谈，我们不妨从现实条件来分析，中共政权是否真的可能在未来数年陷入失控。首先是经济压力，中国经济近年增速放缓，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失业率高企不下，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财政困难已经显现，有些地区甚至闹出了公务员降薪、社保研发的传闻。如果经济在2026年进一步恶化，失业人潮和债务危机交织，社会稳定将面临严峻考验。其次是政坛内部，习近平在位期间清除了众多政敌，打造了一言堂的权力状态。然而正所谓孤注难支，权力过度集中也意味着决策失误，缺乏纠偏机制。一旦哪里出现重大的治理失败，习近平本人将难辞其咎。想象一下，如果某场天灾人祸处理不当，激起全国众怒，或是某个政策导致经济雪崩，引爆全国性抗议，习会不会成为党内外众矢之的？历史上不乏此类先例。再加上习近平本人生理年龄渐长，外界时有他健康不佳的小道消息。一位高龄且高度集权的领袖，在风雨飘摇的局势中，其统治稳定性确实令人关注。如果种种压力在2026至2027年间同时发酵，不排除中国政局出现突然巨变的可能。届时，习近平可能被迫下台，甚至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也并非完全不可想象的结局。值得一提的是，面对内忧，中共也可能铤而走险地对外挑起冲突，以民族主义凝聚人心，例如加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甚至在某个时机对台动武，借此转移国内视线。然而这种赌博式举动若遭遇失败，只会加速政权崩溃。北京当局曾将2027年定为解放军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节点，有外媒解读，其中隐含着完成对台湾统一的野心。但如果内部局势在2026年前后已现乱象，习近平还能否腾出手对外冒险？或者相反，他会不会孤注一掷对台湾动手以维持权威？这些未知数都为未来增添了更多变数。谈到可能颠覆中共政权的因素，除了人事和政治，本身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大工程若出现危机，往往对民心与政权信心的打击更是巨大。这其中不得不提长江上的三峡大坝。三峡大坝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坝工程，号称能抵御万年一遇的洪水。然而自从建成以来，它的安全性和种种负面影响就一直饱受争议。早在兴建之初，水利权威黄万里教授就曾预言三峡工程将带来12项灾难性后果。如今10数年过去，黄老预言中的前11项几乎都已应验。例如，下游河岸坍塌、航运受阻、
百万移民问题、泥沙淤积、水质恶化、生态失衡、地震隐患等等，一共只剩下最后一项，也就是他最不愿见到的一幕，大坝最终可能不得不被炸掉。尽管官方从未承认大坝存在生死攸关的危机，但近年来一些迹象令人不安。2020年夏季，超历史极值的长江洪水压境，三峡坝区一度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入库流量，所幸涉险过关。事后有海外卫星照片显示，大坝疑似发生轻微变形，虽然中国专家解释那是正常弹性，但仍引发轩然大波。接着2022年又发生长江中下游罕见干旱，三峡库区水位骤降，显露出库岸滑坡的隐患。可以说，大坝正经历极端天候的反复考验。而在中国传统风水观中，三峡大坝更被一些术数家斥为斩断龙脉之举，认为此举逆天而行，终将折损国运。不管风水之说是否可信，三峡工程象征着中共治下人定胜天的骄傲。如果有一天它出现重大事故或结构性损毁，将在国内外造成极大震撼，上亿人口赖以为生的长江流域将陷入浩劫。而这样的灾难无疑会被舆论解读为天谴，把中共政权的威信彻底冲毁。难怪坊间流传着一句话：三峡若垮，中共必亡。可见三峡大坝早已超越一座水利工程的意义，而被看作中共国运的象征之一。如今各种征兆叠现，让人不寒而栗，不禁想，会不会真的有那么一天，假如北京的中央权威真的因某种巨变而示威，中国的政治版图将如何演变？有一种推想是，中国可能重回群雄割据的局面，各地区出现实质上的自治甚至独立倾向。而在这之中，广东这样的沿海发达省份被许多人点名，认为可能是率先迈向区域自治的领头羊。为何是广东？首先，广东历史上就是变革风气最先吹拂之地，晚清以来的多次革命运动，如辛亥革命、护法运动，广州都曾是策源地。民国时期，广东也一度成为军阀割据时代的半独立政权，由陈济棠等地方实力派经营自治。这片岭南大地民风开放，与中央朝廷的联系相对松弛。其次，广东经济实力雄厚，改革开放以来累积了巨大的物质基础和国际联系。若中央政府瘫痪，广东有能力自成一体，继续运转，反而那些财政依赖中央补贴的欠发达内地省份才更难独立支撑。再者，广东毗邻港澳，吸收了较多民主法治的观念熏陶，广东人对自由和自治的向往可能比内地其他地方更强烈。即便在严厉管控下，我们依然能从互联网舆论中窥见一丝端倪。有人半开玩笑地自称广东公投独立，虽然这类言论很快被删除，但它的出现本身耐人寻味。想象一种情境，当中央陷入瘫痪，各地军警各自为政时，珠三角地区的领导人为了维护秩序，很可能以地方自治的名义组建新权力架构，实际上脱离北京控制。这并非天方夜谭，100年前的中国军阀割据就是如此开场的。广东作为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一旦带头先走一步，其他长三角、环渤海等富庶地带也可能纷纷效仿。如此一来，一个中央集权的中国将分化为若干实际上的区域政权，各自为政。从某种角度看，这或许是集权崩解后避免全面内战的幸运剧本，各地能相对平稳地过渡到自治状态，而不是陷入无政府混乱。不过，这种局面对习近平这样强调统一的领导人而言，无疑是无法接受的最坏结局。因此，未来几年广东等地与中央的关系走向将成为判断中共政权是否江河日下的一个风向标。如果我们真的看到地方开始公然违抗中央指令，自行其事，那就说明天命真的降临到尽头了。从以上种种迹象与推演来看，2026年前后中国内部确实存在巨变的可能性。当然，这些还只是围绕中国的剧本。此时此刻，让我们把视野放宽，看看世界其他地区正在酝酿的动荡与变局。或许巧合的是，他们与中国的巨变可能前后呼应，构成全球范围内的震荡。首先是中东的伊朗，这个拥有深厚文明底蕴的波斯国度，
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实行着严苛的神权统治。然而暗流涌动，伊朗社会对现政权的不满早已积蓄多年。早在2009年，伊朗就爆发过大规模的绿色革命抗议。此后经济低迷和制裁压力下，民众示威此起彼伏。2022年，一场席卷全伊朗的抗议风暴再次爆发，其导火索是一名年轻女子玛莎·阿米尼，因佩戴头巾不当，被宗教道德警察拘捕并离奇身亡，引发无数女性走上街头。女性摘下头巾，高喊妇女、生命、自由，数十个城市响起反对独裁、要求自由的口号。这场抗争持续数月，尽管最终因当局镇压而平息，但全球看到了伊朗人勇敢抗争的决心。许多人将它类比为伊朗版的革命前夜。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年事已高，他一旦离世或健康不支，伊朗可能面临权力真空和继承危机，届时压抑已久的反对力量或将乘势而起。展望2026到2027年间，伊朗极有可能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一旦伊斯兰共和政权被推翻，将标志着1979年以来伊朗革命的终结和新纪元的开始。这对中东地缘政治的意义非同小可。长期以来，伊朗奉行反西方、反以色列的强硬路线，支持着黎巴嫩真主党、也门青年军等地区代理人武装。如果新政权上台，伊朗与邻国乃至西方的关系都将被改写。也许我们会看到伊朗社会迎来更开放的风气，与沙乌地、阿拉伯等宿敌国冰释前嫌，甚至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常成员。当然，革命往往伴随阵痛，谁也不能保证伊朗变局一定顺利，但可以肯定的是，中东正处于重组的前夜。一方面，美国近年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和解，阿以关系在改变。另一方面，如果伊朗这个区域大国出现革命，中东力量对比将发生剧烈震荡。难怪预言家们把伊朗革命列为2026年前后的重要事件之一。帕克的预言一提到了伊朗，他的视野中清晰浮现波斯政权更迭的景象。试想，中国政局巨变与伊朗革命若在相近时间发生，那将多么富有戏剧性！两个相距遥远的古老文明几乎同时告别，各自延续了数十年的统治秩序。历史有时就是如此，充满巧合，又耐人寻味。将镜头转向西方，欧洲也正面临着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分裂危机。欧洲联盟一度被视为团结与和平的象征，但如今内外交困，出现了明显的撕裂迹象。先是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让欧盟失去了一个重要成员，也撕开了欧洲一体化信念的口子。随后，欧洲本土民粹与极右势力崛起，在多国兴风作浪。匈牙利、波兰等东欧国家与布鲁塞尔在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问题上争执不下，甚至被认为偏离民主价值。意大利、法国等大国的选举中，以欧反移民的政党声势日渐浩大，就连稳定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极右翼政党也正走向前台。种种迹象表明，欧盟内部的共识在流失，各国各顾自身利益的倾向在上升。除了政治上的分歧，欧洲社会还潜伏着文化和宗教的裂痕，这主要体现在欧洲原住民与穆斯林移民群体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近10多年来，欧洲接纳了大量来自中东、非洲的移民和难民，他们中很多人信奉伊斯兰教。多元文化政策一开始让欧洲显得包容繁荣，但当经济压力和安全事件发生时，社会矛盾便凸显出来。巴黎、布鲁塞尔、柏林等地接连发生恐怖袭击和社区骚乱，有的是极端分子所为，有的则是移民青年对歧视和贫困的不满爆发。2023年，法国就因一起警察射杀少数族裔青少年的事件引发全国性骚乱，大批移民背景的年轻人在街头纵火砸车，让整个欧洲为之震惊。这些事件加深了部分欧洲民众对移民群体的疑惧，也助长了仇外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于是，一方面穆斯林社群感到被边缘化和敌视，另一方面本地居民又觉得自身文化传统受到威胁。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双向对立可能引发更猛烈的冲突，甚至带有宗教色彩的对抗。有悲观的观察者警告，
欧洲未来不排除出现新宗教战争的可能。当然，多数人认为这种说法过于夸张，但足以说明隐患之严重。经济和地缘因素也在撕扯着欧洲的团结。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大大改变了欧洲的战略环境。欧洲各国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表面团结，但随着战争持续，分歧开始浮现。东欧的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因为紧邻俄罗斯，更坚决反俄，而像德国、法国这样的西欧大国，民众对长期制裁和军援的耐心正逐渐减少。一旦战局胶着到2025、2026年仍无定论，欧盟内部可能出现两派，一派主张继续强硬到底，另一派倾向寻求妥协停战，这将成为另一道撕裂欧洲的裂缝。此外，能源危机也在考验欧洲。自俄罗斯切断对欧天然气供应后，欧盟国家在能源问题上虽制定了共同方案，但私下里各自为政的现象并不鲜见。2022年的冬天，德国等富国砸下重金抢购天然气储备，引发较贫弱国家的不满。未来若再遇能源短缺，一些国家可能不顾他国而自行其事，例如限制能源出口或囤积燃料，重演疫情初期争夺防疫物资的一幕，进一步侵蚀成员国间的互信。综上所述，欧洲昔日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团结，气氛正日渐淡薄。展望未来几年，我们可能看到欧盟变得愈发松散无力，甚至不排除某些国家步英国之后尘退出联盟。欧元区和申根区也面临压力测试，如果经济再度陷入衰退，各国很可能为了自保违背共同体原则。毫不夸张地说，欧洲正站在团结还是分裂的十字路口。欧盟的解体不再是天方夜谭，而是许多欧洲人开始讨论的现实可能性。有人担心，一旦欧盟真走向分崩离析，整个欧洲大陆将陷入各行其事、缺乏协调的混乱状态，这对全球秩序也是巨大的变数。这种撕裂也许不是像2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热战，而是一种慢性瓦解，政治上各行其事，社会上离心离德，文化上分庭抗礼。它将极大削弱欧洲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也让世界局势更添不稳定因素。除了人为的政局变动，未来几年另一个可能引发全球动荡的因素，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水。随着气候变迁和人口增长，全球许多地区的淡水供应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紧张。科学数据显示，2025年前后，世界上1半以上人口将遭遇季节性或长期性的缺水困扰。水资源短缺不仅影响日常生活，更牵动粮食安全和能源生产。因此，各国之间围绕江河湖泊的争夺愈演愈烈，水战争的阴影开始浮现。非洲和中东是水资源冲突最明显的地带。举例而言，北非的尼罗河养活了埃及9000万人口，被埃及称为生命之河。但上游的伊索比亚近年修建了巨型水坝复兴大坝，打算拦蓄尼罗河水发电和灌溉。埃及担心这将严重威胁下游用水，一度扬言不惜一战也要捍卫尼罗河流量。尽管双方在国际斡旋下多次谈判，但迟迟无法达成长久协议。如果未来伊索比亚强硬推进蓄水计划，而碰巧逢上干旱年景，造成埃及水荒，埃及极端势力很可能推动政府采取军事行动，如空袭大坝等，那将是典型的为水开战。一旦这一先例出现，地区局势将极其危险。中东地区另一些河流也存在类似问题，例如土耳其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上建坝，引发下游叙利亚、伊拉克的不满。约旦河流域的水资源分配也是以色列、约旦、巴勒斯坦争执多年的焦点。如果气候加剧干旱，这些矛盾可能突破外交框架而演变成冲突。在亚洲、南亚和中亚也有多条河川成为潜在火药桶。印度和巴基斯坦共享着印度河水系，虽然有历史悠久的分水条约，但随着克什米尔地区局势紧张和水量减少，印巴双方屡屡相互指责对方浪费或节流。谁都知道，印巴本就是一对宿敌，如果再因水问题激化敌意，后果不堪设想。再看中国和南亚其他邻国，中国掌控着喜马拉雅山脉众多河流的上游，包括雅鲁藏布江和湄公河等。中国在西藏地区兴建水坝，也引起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戒心。尽管目前还没有酿成直接对抗，但未来水资源更紧缺时，不排除各国因争夺水源而爆发冲突。此外，
气候变化导致冰川融化减缩，进一步削弱河流的稳定流量，也会让本就紧张的水分配变成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联合国曾经警告，21世纪的战争很可能将因水而起。更广泛的水危机与粮食、移民问题也在相互交织。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东地区如果持续干旱，将有越来越多人无法为生，不得不背井离乡，迁往水源较充沛的地区。这种气候难民潮有可能冲击邻近的欧洲和亚洲国家，加剧地缘压力。一些内战的爆发背后同样有水资源因素的助推，例如达尔富尔冲突、叙利亚内战，在动荡前都经历了严重干旱和农业欠收。可见水资源短缺不仅可能引发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会成为国内动乱的导火索，进而波及区域稳定。人类如果无法妥善管理这一最基本的资源，未来的冲突图景将会更加令人担忧。读到这里，您可能不禁感到有些压抑。从中国的政权危机、地缘革命到欧洲纷扰，甚至水战阴云，未来几年仿佛充满了动荡和灾祸。然而，历史的画卷并不只有灾难和冲突的色彩，往往在最黑暗的时刻，人类文明也在孕育新的希望。我们不能忽视另一个平行发生的重要进程，那就是科技的突飞猛进，正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近年来，人类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突破令人目不暇给。如果这些趋势延续到2026年前后，我们可能会见证若干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发明创造，彻底改变现有社会的面貌。首先要提的就是能源技术的飞跃。2022年底，美国科学家首次在实验室实现了核融合反应的净能量输出，这意味着人造太阳的梦想离现实更近了一步。众所周知，核融合被视为解决人类终极能源需求的圣杯。这种反应以氢同位素为燃料，几乎取之不尽，反应产物是无污染的氦气。一旦核融合技术成熟应用，人类将告别对石化能源的依赖，不再受制于能源短缺和碳排放问题。许多国家正投入巨资研发，目标是在2030年前后建成可发电的聚变反应堆。如果在2026年左右，我们听到某个团队成功点火运转了一座中型核融合装置，那将是科技史上的巅峰时刻，也标志着能源革命的开端。无限且清洁的能源不仅意味着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颠覆，也将给国际政治带来深远影响，比如传统产油国的地缘地位下降、高油价引发的争端不复存在等等。除了能源，人工智慧的快速发展同样值得瞩目。2023年，全球掀起了一股 AI 浪潮，大型语言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慧技术惊艳世人。虽然现有的 AI 在某些方面仍有局限，但进步速度极快。有专家推测，在未来几年内， AI 有望通过图灵测试达到接近人类的智能水平。假如到了2027年前后，人类真的打造出一个通用人工智慧系统，它将彻底改变游戏规则。届时，医学研究可以借助 AI 更快找到癌症、艾滋病等绝症的治疗方案。复杂的气候模型或许能精确预测灾害，防范极端天气。经济和城市管理可以依赖 AI 优化资源分配，消除浪费。教育亦能因材施教，大幅提升人力资本素质。当然， AI 的发展也伴随风险，但如果善加引导，人机协作将开创一个生产力极大提高的时代。想象一下，未来的工厂里，枯燥危险的工作由机器人完成，人类可以专注于创意和设计。医院中， AI 助手帮助医生分析海量病例，提出最佳治疗方案，患者的存活率因此大大提升。这些都不是幻想，而是正在研发的原型。科技界普遍认为，2020年代中后期，我们将迎来人工智慧应用的大爆发，其带来的效率提升堪比当年的工业革命。这无疑也是新世界的重要特征之一。说到计算领域，我们还不得不提量子科技的新前景。2020年代初，科研人员已经研制出拥有数十个量子比特的试验性量子计算机，能在某些特定问题上远胜传统超级计算机。随着量子纠缠控制和纠错技术的进步，量子计算有望在未来几年取得量子霸权，解决传统算法无法应对的复杂难题，例如高难度的新材料模拟、密码破解、
优化调度等，都将因量子计算的强大算力而取得突破。谁掌握了实用化的量子计算，谁就可能在下一代科技竞赛中夺得先机。通信技术方面，第6代移动通信技术，也就是 6G， 正紧锣密鼓的研发中。6G 网络预计将比 5G 快数十倍，实现真正的万物互联和毫秒延迟。这将带来虚拟与现实深度融合的全新体验，例如超高清全息通话、沉浸式元宇宙应用、无处不在的自动驾驶协同，都有赖于 6G 的高速率和低延迟。一旦 6G 在2020年代末开始部署，整个社会的连接形态将再度跃升一个档次，人们的工作、娱乐和社交模式都会被重塑。在生物医学领域，基因工程和再生医学的进展同样振奋人心。自从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基因编辑工具 CRISPR 问世以来，我们正逐步解开生命的密码。科学家已经能够修改致病基因，研发个性化的基因疗法。一些曾经无解的遗传病，如血友病、肌萎缩症等，如今透过基因编辑技术找到了治愈希望。再生医学方面，利用干细胞培育器官组织的技术日渐成熟，用人造器官来替换病变组织不再只是科幻桥段。这意味着人类寿命有望进一步延长，生命质量大大提高。试想，癌症不再是不治之症，老年痴呆可以被预防甚至逆转，那将是多么不同的社会。许多老龄化国家的困境将迎刃而解，人们在更长的寿命中依然保持健康活力。当然，新技术带来伦理挑战，但整体而言，生命科学的突破将让我们对生命的定义产生前所未有的理解，进而改变社会结构。再把眼光投向遥远的天空，2020年代也是人类重返太空的时代。美国的阿提米斯计划已经在2025年前后尝试将太空人送回月球。这次的目标不仅是插旗留影，而是建立月面长期基地。火星探测方面，多国正在为载人登火星做技术准备。如果一切顺利，2030年代初，我们就有望见证人类踏上火星的壮举。虽然载人火星之旅未必正好发生在2026年，但本世纪20年代中后期无疑是太空事业重要的蓄势期。商业航天的快速发展让载人太空旅行不再是超级大国的专利，私人公司已多次将乘客送入近地轨道并安全返回。随着太空技术成本降低，我们可以期待更频繁的太空任务。这意味着人类的活动范围首次真正迈出地球，进入新世界的另一重意义外太空。长远来看，太空资源的开发将为人类文明带来新的增长空间，例如开采小行星上的稀有金属，或在月球上开发大量的氦三燃料等等。虽然这些愿景尚需时日，但现在正是一切的起点。由此可见，2026年前后的几年，可能一方面是动荡不安、战云密布的关键时刻，另一方面又是希望萌芽、突破涌现的创新时代。我们仿佛处在一个旧世界与新世界的交界处，前方的走向未定，既充满危机，也蕴藏转机。这不禁让人想到历史上的某些关键年代，例如20世纪40年代，世界经历战火洗礼，却也催生了联合国体系和战后新的国际秩序。再比如18世纪末，封建王朝在革命风暴中倒塌，随之而来的是民族国家和民主思想的崛起。历史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今天我们面临的中共政权挑战、全球权力转移和科技革命浪潮交织在一起，很可能孕育出新一轮世界格局的重塑。那么我们该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不确定的未来？或许最好的态度就是保持警醒，但不失希望。一方面要看到问题的严峻性，毕竟任何一个环节的失控都可能给无数生命带来苦难。国际社会需要比以往更紧密的合作来度过这场风暴。另一方面，也要相信人类的智慧和韧性。每当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人类往往能激发出改变自身命运的创造力与勇气。也许正是在种种危机的倒逼下，我们将加速采取行动，无论是缓和冲突还是发展新技术，去化解那些威胁文明的难题。最后，让我们回到开头列举的那些惊人预测。中共2026天命断裂也好，习近平2027消失也罢，这些未来场景最终是否会成真，现在下定论还为时尚早。同样，
三峡大坝会不会出现异变？广东是否真的带头自治？伊朗的革命之火何时真正点燃？欧洲会否彻底决裂？这一连串问号只能交给时间解答。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剧烈变动的前夜，种种征兆都在昭示着旧有的稳定格局正在松动，一个充满未知的新时代渐行渐近。或许若干年后回首，我们会发现2026年前后真的是历史课本上的分水岭，人类由此踏上一条全新的道路，希望那将是一条浴火重生之路，而非万劫不复之路。历史的大戏已然开幕，让我们拭目以待，见证这段不平凡的时代篇章。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最近国际间一场引发北京震怒的战线摊牌，以色列竟然主动与台湾走近，试图联手对抗中共。这样的组合乍看不可思议，一个是在中东面对阿拉伯敌环伺的犹太国家，一个是在东亚直面中国威胁的海岛政府，两者相隔万里，过去几乎毫无交集。然而时至今日，这两个小国却因共同的对手和命运而走到一起，让北京当局气得当场炸锅。为什么以色列会选择触碰中国的红线，去拥抱远东的台湾？这背后发生了什么耐人寻味的巨变呢？我们将从历史谈起，一步步揭开这段外交奇缘的来龙去脉。其实，在大部分时间里，以色列和台湾的关系并没有如今这般亲密无间。二战后的新世界中，两者甚至一度处于对立的两个阵营。1949年以色列建国不久，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也就是后来退守台湾的政权，率先承认了以色列，表达了外交善意。但仅仅几个月后，1950年1月，以色列又转身承认了北京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中共的国家。这番操作其实反映出以色列当时的务实考量，他们希望和共产中国交好，以打破自身在中东的孤立。然而好景不长，50年代初，中国大陆开始与苏联高度结盟，奉行反西方、反以色列的路线。由于以色列逐渐倒向美国阵营，加上与苏联关系恶化，北京也随之中断了与以色列的官方往来。从50年代中期一直到80年代末，中以之间没有正式外交关系。那么在这段漫长岁月里，以色列有没有选择和台湾发展关系呢？事实上并没有。出于战略考量，以色列当时对台湾也保持了距离。一方面，以色列依然希望未来能修复与北京的联系，不愿激怒中共；另一方面，当时的台湾政权中华民国为了争取阿拉伯国家的外交支持，在以色列阿拉伯冲突中采取了亲阿拉伯、援以色列的立场。可以说，冷战时期的以色列和台湾各有难处，双方虽然同为亲美阵营的一员，却没有建立正式邦交。一直到1992年，中共与以色列终于建交，台以之间从未有过大使级外交关系。不过，外交上的冷淡并不代表实质交流为零。早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湾和以色列就已经在一些领域悄悄合作，比如农业技术、贸易和军事科技等。据部分历史资料透露，台以双方在飞弹研发、航太工程上都有所互动，甚至在核能技术上彼此交流过经验。当年以色列经常面临周边国家的导弹威胁，而台湾也处于大陆飞弹的瞄准之下。两地的军工科研单位其实早有共同语言，只不过这些合作一直十分低调，没有上升到国与国公开联盟的程度。整体而言，到冷战结束前，台以关系给人的印象是若即若离，有互动，但缺乏紧密联系，双方都顾忌着北京的态度。直到90年代初，在地缘政治巨变的背景下，以色列决定和中共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才进一步限制了他与台湾发展官方往来的空间。自1992年起，以色列奉行一中政策，承认北京政府代表中国，与台湾仅保留民间性质的经贸文化代表处互设，维持最低限度的非官方联络。这种格局一直持续了数十年。然而，在官方关系疏远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以色列之间始终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深刻鸿沟。早在1965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就曾公开将以色列比作台湾，声称两者都是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桥头堡，都迟早会被革命力量消灭。
可见在北京的意识形态图谱中，台湾和以色列原本就被划入了类似的类别，都是他们眼中不合法的政治实体。与此同时，有一段历史常被提起，二战期间拯救犹太难民的中国人主要来自当时的国民政府，而非共产党政权。比如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曾向大批欧洲犹太人发放终身签证，允许他们逃难来华。1939年还一度计划在中国云南修建犹太人定居点供欧洲犹太移民。这些善举最终没有完全实现，但在犹太人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这份恩情属于后来退居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与中共毫无关系。可以说，以色列昔日感念的中国友谊其实来自今天的台湾，而非北京。反观中共，在建政后长期支持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事业，对以色列极为不友好。上世纪60年代起，北京积极援助巴解组织，将以色列视为殖民侵略者，甚至有人说，中共对以色列的敌视某种程度上也是冷战时与美国对抗的产物。总之，在价值观层面，北京从未真正认同以色列的存在合法性，双方的邦交更多是基于现实利益的权宜之计。这种潜在矛盾为后来的裂痕埋下了伏笔。进入21世纪后，以色列在对华关系上更加小心翼翼。一方面，中国崛起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成为以色列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庞大的市场和投资对以色列经济极具吸引力。但另一方面，美国这个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对中以走近非常敏感，不断从中施加压力。事实上，早在本世纪初，美国就曾介入阻止以色列对华的重大军事技术合作。2000年，以色列在美方压力下取消了向中国出售先进费尔康预警机的合约。2005年，又被迫终止了为中国升级哈比无人机的项目。这些事件一度引发北京强烈不满，也让以色列明白，在对华关系问题上不能不顾及美国的立场。此后，以色列对中国在高科技和军事领域的合作有所保留，敏感技术慎防外流。同时在基础建设方面，华盛顿也提醒耶路撒冷提高警惕，不要让中国企业过度介入。比如前些年中国企业一度参与经营海法港，引发美国忧虑。以色列最终还是设立严格审查机制，限制了中资在关键设施和 5G 电信等领域的扩张。尽管存在这些制约，中以在经贸上直到最近仍关系热络。中国大量投资涌入以色列的创新科技产业，双边贸易额节节攀升。双方似乎在刻意回避政治分歧，正冷经热地发展着关系。这种表面平衡一直持续到2023年底，却被随后的一系列事态彻底打破了。转折点发生在2023年10月7日，这一天，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上千名以色列平民惨遭杀害或挟持。一时间，以色列举国悲愤，随即展开大规模反击，对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目标进行报复性打击。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中东局势，也考验着世界各国的立场。究竟是谴责恐怖主义，支持以色列自卫，还是指责以色列过度报复，同情巴勒斯坦？让以色列寒心的是，中国在此问题上的表现并未站在以色列一边。事发后，北京外交部最初的表态仅是笼统呼吁各方克制停火，并未点名谴责哈马斯的暴行。相较之下，许多西方国家明确声援以色列，谴责哈马斯为恐怖组织，中国的态度显得冷淡模糊。更令耶路撒冷不满的是，随着以军对加沙展开反击，造成平民伤亡，中国官媒开始猛烈批评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在北京的国际讲坛上，以色列被描绘成滥杀无辜的侵略者，甚至中国官媒频频出现带有反犹色彩的言论，例如将犹太人刻画成掌控美国财政、煽动战争的黑手。中国官方电视台的一档节目公然散播反犹太阴谋论，称美国支持以色列是因为犹太人财团的影响力。这种露骨的仇视言论引发以色列强烈反弹。以色列驻北京大使馆罕见地发声谴责中国国家电视散布赤裸裸的反犹内容，同时在中国的网络舆论场上充斥着极端仇恨以色列的声音。以色列驻华使馆的社交媒体账号下涌现大量攻击言论，
甚至出现为哈马斯暴行叫好的可怕景象。种种迹象都让以色列人感受到来自中国舆论的敌意。然而，就在中国舆论场对以色列口诛笔伐的同时，远在东亚的台湾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哈马斯袭击发生后，台湾政府几乎是全球第一批言辞谴责哈马斯的政治体制之一。当时的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后来接任的总统赖清德先后公开谴责这起针对平民的恐怖攻击，表态支持以色列有权自卫。台湾外交部甚至发表声明，称我们将与理念相近国家继续合作，共同抵抗一切形式的恐怖袭击。这种毫不犹豫站在以色列这边的立场，令以色列人深感意外又暖心。更感人的还在后头，台湾驻特拉维夫的代表李雅萍 Abby Lee 亲自来到以色列南部遭袭击的农场，帮助当地居民收拾残局。他走访遇难者家属，带去台湾人民的慰问。李雅萍还代表台湾侨民和机构筹集了一笔善款，将7万美元捐给以色列国防军及受袭家庭。他对那些失去家园的平民说了一句：你们并不孤单。短短几个字传达出患难与共的情谊，让许多以色列人深受感动。台湾的普通民众也自发声援以色列，除了街头的祈福活动，甚至有台湾志愿者远赴以色列参与救援工作。一时间，台湾俨然成为了以色列在亚洲最真诚的支持者。正如一句中国谚语所说，患难见真情。以色列人在最艰难的时刻看清了谁是朋友，谁只是口头应付。台湾的雪中送炭与中国的冷漠批评形成鲜明对比，在耶路撒冷的舆论圈引发了强烈反响。许多以色列媒体和专家开始讨论台湾，一种情感上的转向正在发生。人们惊讶地意识到，过去顾虑北京而对台北敬而远之，也许是错失了一位潜在的盟友。如今台湾在以色列人心中的形象大为改观，它不仅是一座远方的小岛，更是一个在关键时刻愿意挺身而出的同路人。随着以色列社会对台湾好感度的提升，两国关系很快从民间情感延伸到了官方互动。自从哈马斯袭击后，台北和耶路撒冷之间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交流热潮。台湾政府抓住时机，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攻势。2024年至2025年，台北主动邀请多批以色列国会议员组团访问台湾，加强双边议会交流。这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突破。要知道，以色列议员之前访台十分罕见，因为那容易招致中国抗议，而现在不但访问成行，而且规模一批比一批大。尤其是2025年9月，由以色列国会以台友好协会主席议员托波罗夫斯基率领的一个跨党派代表团高调造访台北，期间他们获得了台湾最高规格接待，甚至获准拜会了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更戏剧性的是，托波罗夫斯基等人在台湾总统府会谈时，当面转交了一封由72名以色列国会议员联合签署的信件，信中明确表达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声援台湾在国际上获得更大承认。要知道，以色列国会一共有120名议员，72人的签名意味着超过半数民选代表为台湾发声，这在以台交往史上是破天荒的壮举。会后，托波罗夫斯基兴奋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访台见闻，公开称台湾为国家，并赞扬台湾民主繁荣。他还直接称呼赖清德为台湾总统，完全不避讳中国最敏感的称谓。这一连串举动很快传到了北京的耳中。中国驻以色列大使肖军正随即发表严厉声明，痛斥该以色列议员严重违反一中原则，毒化两国关系氛围。中方表示已向以色列政府提出严正交涉，要求立即纠正错误，消除负面影响。北京还强调，以色列在1992年建交公报中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暗批托波罗夫斯基等人公然违抗本国政府的立场。对此，以色列政府发言人则低调回应，称国会带团访台纯属非官方性质，不代表以色列政府立场。这番回应看似在安抚北京，但明眼人都看出，以色列并未对自家议员加以谴责或约束，等于默许了这种打擦边球的友台行动。种种迹象显示，在民意和议会层面，以台之间的破冰已经势不可挡地展开了。除了外交议员互访，台湾和以色列在防务领域的互动也日趋频繁且深入。2025年10月，
台湾总统赖清德对外发表一项重大国防计划，宣布将投入巨资建设一套名为天空盾牌 T-Dome 的多层防空反导系统。引人关注的是，赖清德亲口承认这套 T-Dome 是参考了以色列的经验所打造。他在公开场合表示，我们会加速建构天空盾牌，在台湾建立严密的多层防空体系，并特别提到以色列的著名防空系统铁穹，称以色列保卫国土的决心和能力是台湾的宝贵榜样。他引用圣经中大卫战胜巨人歌利亚的故事来比喻台湾当前的处境。面对庞大的中共军力，台湾也要有以小胜大的勇气和智慧。事实上，台湾研发 T-Dome 的消息一出，北京官媒就酸溜溜的评论说这是东施效颦，认为台湾不可能靠山寨铁穹来挡住解放军飞弹。但台湾军方对此充满信心，强调 T-Dome 将整合各种现有武器，包括美制爱国者飞弹、台湾自制的天弓飞弹、野战防空炮等，打造出一个更加智能、高效的感测器到射手拦截网。而能让台湾如此迅速地提出一套完善方案，外界普遍猜测背后少不了以色列的指点。据法国媒体报道，台湾早在2025年9月就派出一名国防部次长秘密访问以色列，重点洽谈飞弹防御合作。随后在12月又有消息传出，台湾副外长吴钊燮低调造访耶路撒冷，持续巩固双方的安全合作渠道。尽管双方官方都对此三缄其口，但多家情报来源显示，以色列正在暗中协助台湾打造 T 版铁穹。例如，有传言称，以色列将先进的绿松预警雷达技术转移给了台湾，用于提升对解放军导弹的早期预警能力。还有报道指出，以色列可能提供拦截弹技术支援，帮助台湾研制类似大卫投石索或箭式拦截导弹的本土版本，甚至不排除未来台湾直接向以色列采购部分防空系统零部件的可能性。如果说过去台以军事交流限于小规模项目，现在可以想见的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防务合作关系正在成型。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在以色列看来，协助台湾强化防御正是对中共的一种战略牵制。中共常年军援以色列的死敌如伊朗、叙利亚等，那么以色列也有动机用类似方式回敬北京，你帮我的对手，我就帮你的对手。这种间接较量的姿态，过去受限于外交顾忌，不敢明言，如今已变得越发明显了。对台湾而言，获得以色列的军事 know-how 无疑如虎添翼，而对以色列而言，支援台湾也是在拓展自己抗衡中共的战线。谈到中共在中东扶植的对手，就不能不提伊朗。中国与伊朗的亲密关系是促使以色列倒向台湾的另一个关键背景。近年来，北京和德黑兰走得非常近。2021年，中国与伊朗签署了一项为期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据称涉及数百亿美元投资，涵盖石油、基建、军事等广泛领域。这被许多人解读为中国公然挑战美国、中东盟友体系的举动。对以色列而言，伊朗是头号存在威胁，中国却在国际上不断替伊朗撑腰，这怎能不引发以色列的警惕和不满？多年来，伊朗政权高呼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并透过资助哈马斯、培养黎巴嫩真主党等代理人来围攻以色列。而中国不仅在联合国多次反对加强对伊朗的制裁，还向伊朗出售先进武器技术，提供外交保护。以色列人私下里早就担忧，一旦真的与伊朗发生战争，中国很可能站在伊朗一边。这种担忧在2025年中得到了一次印证。随着加沙战争的持续，伊朗和以色列的对抗升级，终于在6月爆发了直接的冲突。伊朗从本土发射了多枚中程弹道导弹，直接袭击以色列中部城市巴特亚姆，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态。过去，伊朗与以色列虽敌对，却很少直接交火。这次德黑兰公然对以色列本土动武，等于变相宣战。导弹在巴特亚姆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尽管以色列剑3拦截系统紧急拦截掉部分来袭导弹，还是有漏网之鱼击中了民用区，高楼被炸毁，平民死伤惨重。以色列随即对伊朗境内目标展开报复性打击，中东局势一度濒临全面战争。就在所有人都关注伊朗和以色列交锋之际，中国的表态再次让耶路撒冷心寒。北京不仅没有谴责伊朗对以色列本土发动的这波攻击，反而一味呼吁各方克制，
停止冲突升级，将伊朗的侵略行为与以色列的自卫反击相提并论。对以色列而言，这几乎可以解读为中国在庇护伊朗，偏袒罪魁祸首。试想，当你家园遭导弹轰炸，邻居却只说大家别打了，甚至暗示你别还手，这种心情是何等愤懑。以色列的舆论开始对中国彻底失望，认为北京根本靠不住，反而与自己的敌人狼狈为奸。与此同时，台湾再一次站了出来。就在以色列饱受伊朗飞弹袭击后，台北当局迅速向以色列表达慰问与支持，不仅发声明谴责这类威胁区域和平的行径，还透过驻以代表处捐赠物资，帮助巴特亚姆那些房屋被毁的家庭渡过难关。台湾代表李亚平亲赴受灾社区发放捐助，对以色列民众再次说，关键时刻，台湾与你们站在一起。而反观中国，在整个事件中，除了空洞的外交辞令，既没有援助，更谈不上同情。这种强烈反差让以色列上下更加体会到，谁在真正关心我们的安危，谁在冷眼旁观，甚至暗助虎狼。可以说，伊朗导弹危机将以色列推向台湾阵营的决心又巩固了一大步。正因为中共与伊朗的亲密无间让以色列如鲠在喉，以色列才更有动力与中共的眼中钉台湾深化合作，以间接牵制北京。透过以上种种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与台湾走近不仅是权宜之计，更是一种价值观和命运的同频共振。两国都属于西方民主阵营，都面临存亡考验，也都被更强大的威权邻国视为眼中钉。在各自危急时刻，双方发现彼此竟如此惺惺相惜，这种难以言喻的情感力量大大拉近了两国距离。很多评论指出，以色列和台湾其实一直有一种微妙的类比关系。以色列建国后四周强敌环伺，却屡屡转危为安；台湾则在二战后失去国际承认，孤立无援至今，但依然坚持着民主制度。双方都证明了小国的韧性，宛如现代版大卫对抗歌利亚的翻版。现在这两个现代大卫开始走在一起，难免让人浮想联翩。以色列人发现，台湾的处境正如当年的自己，被一个庞然大物虎视眈眈地盯着，要将其抹去。而台湾人看到以色列能在极端劣势下屹立数十年，他们也深受鼓舞。当赖清德提到以色列的故事时，他其实是在为台湾打气，他们能够挺过来，我们也可以。另一方面，台湾对以色列的支持也带着一种道义上的认同。台湾社会虽然也有声音同情巴勒斯坦，但主流民意非常清楚哈马斯的恐怖主义本质，并厌恶极权主义在国际上兴风作浪。台湾人往往把中共对自己的威胁与极端组织对以色列的威胁相类比，认为自由世界应该团结一致抵抗威权和恐怖势力。两国都站在民主对抗独裁这条战线的前沿，自然容易产生休戚与共之感。有人用命运共同体来形容当前的台以关系，并非夸张之词。更妙的是，历史还给这段关系增添了几分戏剧性。70多年前，正是现在统治台湾的这批中国人，国民党向犹太民族伸出援手，而现在以色列反过来向他们的后继者提供援助与支持，这仿佛是一种善的回圈。也难怪许多以色列人感叹，台湾对犹太人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抱有善意，值得加倍珍惜。相形之下，中共政权从来没有真正站在犹太民族这一边，如今更赤膊上阵地，倒向以色列的敌对阵营。如此比较下，以色列选择与台湾靠拢，几乎成了一种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结果。除了战略和道义考量，台以合作还有一个现实且重要的维度：科技与经济。台湾和以色列同为创新强国，各自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关键角色。台湾是当之无愧的晶圆工厂，台积电等企业掌握着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技术。以色列则被称为创新创投之国，在软件开发、网络安全、人工智慧等领域领先群雄。一硬一软，两者高度互补，如果能携手合作，将碰撞出巨大的火花。近年来，双方已在逐步加强经贸联系。就在2025年11月，台湾与以色列举行了第15届经济与科技合作会议，双方代表透过线上会议的方式讨论了加强供应链衔接、产业合作等议题，并承诺未来要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
台湾驻以代表李亚平接受以色列媒体专访时表示，台湾与以色列是科技领域不可取代的合作伙伴，一方在硬体领域领先世界，另一方在软体领域独步全球。以色列的业界人士也持相同看法，他们认为以色列的初创公司如果能得到台湾电子产业的支持，将有助于把创新原型转化为大规模量产的产品。反过来，台湾的高科技企业也需要以色列的尖端研发来保持竞争力。有报道指出，台湾正在积极拉拢以色列加入美台的半导体合作框架，可能考虑让以色列的晶片设计公司与台积电、美国企业展开三边联合研发。更有甚者，一些以色列分析家建议台积电赴以色列投资设厂，将部分产能布局在以色列，以免将来台海有事时，以色列拿不到晶片。毕竟以色列的武器装备和高科技产业对半导体依赖极深，如果有台湾的产线在本土，将大大增强以色列的供应链韧性。同样地，台湾若能借助以色列的创新能力和研发人才，也能拓宽自身科技版图。可见，台以之间存在巨大的合作互惠空间。双方都意识到，当今世界正出现去全球化或阵营化供应链的趋势，如果不未雨绸缪，将来一旦国际局势恶化，孤军奋战是很危险的。不如现在就打造跨区域的盟友网络，互通有无。台以科技联盟的潜在收益是双重的，既可以对抗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垄断威胁，也可以弥补各自在经济上的短板。对台湾而言，以色列市场虽小却精，尤其在国防、农业、科技等利基领域，台湾企业有机会分享以色列的技术红利。对以色列而言，台湾的制造能力和亚洲市场经验是宝贵资产，能够帮助以色列产品打入更多国家。难怪有观察家感叹，台以如果联手，将形成一股小国大能量的创新力量，在美中对立的夹缝中开辟出自己的经济生存空间。甚至可以说，台以合作也是两国因应美中博弈，降低对中国经济依赖的一种集体自救之道。2025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面对全球舆论压力时曾提到，要为国家经济增加自己特性，以免受制于人。联合台湾这样的高科技伙伴，显然符合这一战略目标。综上所述，台以关系升温带来的经济技术好处，无疑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结盟的动机。就在台湾和以色列越走越近的同时，千里之外的北京却对此恼羞成怒，坐立不安。中国政府近乎每天透过不同渠道对以色列施压，表达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反复强调，台湾问题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中国驻以大使馆更在声明中严正警告，以色列不得同台湾当局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要求耶路撒冷方面立即纠正错误行径，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这些措辞极为严厉，几乎就是在给以色列划下红线。然而，以色列方面对北京的声色俱厉似乎并不买账。一位以色列高官私下对媒体表示，那次副外长吴钊燮的访问确有其事，但没什么大不了。言下之意，以色列并不认为与台湾接触是多么严重的罪过。不仅如此，以色列官方还在国际舞台上做了一些过去不敢做的事，比如在联合国谴责中国侵犯新疆维吾尔人权。2023年底，以色列破天荒地加入了西方针对中国新疆问题的人权谴责声明行列，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以色列过去为拉拢北京，一直避免在人权问题上点名批评中国，但现在以色列显然改变了计算，他们不再对中共保持沉默，而是开始站到价值观阵营的一边，哪怕因此激怒北京，对北京而言，这无疑是奇耻大辱。曾几何时，他试图通过经贸利诱和外交施压让各国孤立台湾，如今竟有国家公然不理会这一套，尤其以色列还是多年友好合作的伙伴，北京自然是又惊又怒。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论称，以色列一些人对台示好是政治作秀，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文中还暗含威胁地指出，以色列此举无助于其当前困境，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类似这样的警告言论在中国媒体上充斥着。但另一方面，
北京真正能对以色列做什么惩罚措施吗？我们看到，目前中国仍克制在口头和外交抗议层面，暂时没有采取实质报复行动。毕竟中以关系虽然失和，但并未到撕破脸的地步。中国深知，如果因台湾问题与以色列决裂，只会把以色列推向美国怀抱，让自己在中东少了一个影响渠道。而且中国在以色列还有不少经济利益，例如中国公司参与的以色列基建项目，中国对以色列科技企业的投资等，一旦关系破裂，这些利益也会受损。所以目前北京更多是强硬表态给国内听，同时观望以色列的反应。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以色列适可而止，北京或许也不想把局势闹到不可收拾。这就出现了一种微妙的较量，中国在亮红线，但以色列在试探底线，双方都在计算对方虚实。这场外交博弈未来还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当然，以色列也并非全然不顾及中国的恼怒，尽管近来动作频频，但以色列在一些方面依然保持克制。比如，以色列政府至今没有在外交正式场合称台湾为中华民国或台湾国，更未宣布与台湾复交，仅仅停留在务实合作和民间交流的措辞上。这显示耶路撒冷仍试图掌握分寸，不踩北京设下的绝对禁区。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以色列并没有突然全面关闭对华合作的大门。经济上，中以贸易目前基本照常进行，中国游客和留学生依然可以赴以，以色列企业也没有集体撤出中国市场的动作，至少目前没有。这说明以色列仍在评估利弊，不愿轻易放弃中国这块市场和资金来源。毕竟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投资一直颇具分量。如果北京真的翻脸报复，撤走投资或限制双边贸易，以色列经济也会受创。所以以色列政府的一系列挺台举措多半是经过精心计算、渐进推进的。他们希望在不触发中国猛烈报复的前提下，逐步提升与台湾的关系。骑墙是小国外交的艺术，而以色列正试图在道义和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也因此，在以色列内部，对于如何拿捏这个度还有不同声音。有批评者认为，现在全球局势诡谲，以色列没必要为了台湾完全导向与中国对抗。毕竟中共再怎么说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色列未来在联合国还需要中国不时帮助，例如投弃权票、拦下反以决议等。一旦把中国得罪狠了，万一哪天中国在安理会支持谴责以色列的提案，或者公开军援伊朗先进武器，那对以色列而言也是得不偿失的。还有安全专家提醒，以色列对台军事合作需慎之又慎，万一将来台湾抵挡不住中国军事攻势，以色列提供的高科技武器被解放军缴获，反过来研究破解，未来可能威胁以色列自己的国防安全。这绝非杞人忧天。以色列许多王牌装备的技术如果落入中国手中，对方或许能举一反三，用于升级伊朗、叙利亚手中的武器，让以军面临更严酷的挑战。因此，一些以色列军方人士主张，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应该有限度地进行，例如敏感核心技术，特别是涉及以色列独有优势的，应保持门槛，不宜全部交底。经济界人士也担忧失去中国市场的风险，认为应避免刺激北京做出极端反应。这些不同意见反映出以色列对华政策正处于转折点，如何拿捏仍在辩论中。所幸的是，目前以色列和台湾的双边热络还处于一个渐进试探阶段，双方都留有回旋空间。如果中国方面的反制有限，那么以色列国内鸽派的担忧或许就不会成真。相反，如果北京真的痛下杀手，以色列内部也可能出现政策拉锯，甚至放慢与台湾亲近的步伐。总而言之，以台之间这段新关系对以色列来说也是一场冒险，需要小心权衡。尽管存在种种顾虑，多数迹象表明，以色列眼下更倾向于义无反顾地加强与台湾的联系。在经历了加沙战争的孤立无援和国际指责之后，许多以色列决策者逐渐认清一个现实，未来的国际格局已经越来越明确地分裂为民主与威权两大阵营。以色列作为民主国家，长期享受西方的援助和支持，但也因此受制于西方民意的掣肘，如最近欧美国家因人道问题对以色列施压停火等。
与其试图在民主和威权之间骑墙，不如干脆拥抱民主同盟，寻求真正志同道合的伙伴。台湾的出现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通过与台湾交好，以色列向世界表明了自身在价值观上的站位，我们站在自由民主这一边，不会向威权主义低头。这对提振以色列在西方舆论中的形象大有裨益，也有助于巩固美以同盟的亲密度。华盛顿方面其实乐见其成，美国近年来积极拉拢盟友围堵中国，如果连以色列都加入这个行列，无疑增强了民主阵营的力量。据悉，美国国会内部对以色列近期的对台举措颇为赞赏，有重量级参议员表示，以色列作为我们在中东的伙伴，愿意挺身支持另一个民主伙伴，这很好地体现了民主国家的团结。甚至有人推测，美国可能在背后促成了一些以台之间的协议，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毕竟，美国同时保护着以色列和台湾的安全利益，若两者之间能合作，对美国而言是双赢。总而言之，在西方大环境支持以及自身安全需求的双重推动下，以色列与台湾的关系很可能会继续向前发展，这既是情势所趋，也是双方主观意愿使然。那么未来会怎样呢？以色列和台湾的这场战线摊牌会走向正式结盟，还是遭到现实掣肘，止步于此？目前看来有几种可能的路线。其一，水到渠成式的逐步深化，在保持一中政策表面不变的前提下，以台继续拓展实质合作，在各领域悄然形成默契联盟。譬如军事上不会出现正式的共同防御条约，但不排除开展某种准同盟合作，例如情报交流、军官互训、战术经验分享等幕后进行。以色列或许会默许部分退役将领或军事顾问赴台提供指导，就像当年以色列也曾暗中协助过台湾改良战机和导弹一样。这些都属民间或商业行为，可回避政治敏感。经济上，双方可能签署更多协议，加强科技研发协同，甚至讨论自由贸易安排，让双边经贸关系远超一般无邦交国家的水平。如果一切顺利，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能看到台湾生产的武器装备上有以色列技术身影，而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链中也有台湾企业的加盟。其二，激流勇进式的突破。如果未来台海局势或国际格局发生巨变，不排除以色列做出更大胆的举措。比如，假设中共对台动武的危机迫在眉睫，而美国需要盟友表态，以色列有可能公开提升与台湾的官方关系，甚至不惜冒险承认台湾主权，以极端方式抗衡中国。这将是外交核弹级别的变化，等同于以色列放弃与中国维持邦交。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除非中国真的对台湾开战，否则以色列暂无必要走到这一步，毕竟那将立即引来北京的猛烈反击。反过来，倘若未来伊朗或其他中东威胁更加严峻，而中国又在背后扮演推手角色，也不排除以色列把台湾牌打得更响，用以报复北京。例如，万一伊朗冲突升级到需要联合国决议或全球动员的程度，以色列可能就不顾及中国脸色，公开拉台湾加入反伊朗联盟等等。这些都是相对极端的前景，但国际政治有时瞬息万变，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三，骑墙收敛式的反复。如果北京的压力持续增加，而以色列在实际操作中又遇到障碍，那么不排除双方关系放缓甚至退步的可能。毕竟以色列不想同时树敌过多，一旦感觉玩火过度，可能会主动降温。比如，以色列可能对议员访台进行更低调处理，或暂停某些军事科技合作，以换取北京不在敏感时刻搅局以色列的中东问题。在外交上，以色列也可能在一些场合对中国给出安抚性的声明，比如再次重申对一中原则的坚持，以降低紧张度。这种情况下，台湾方面或许也会理解，以免把友邦逼得太紧，反而弄巧成拙。因此，一种若即若离、动静结合的态势也许会长期存在。需要的时候，双方走近一步，风头紧时又稍微退半步，在缝隙中维持合作。无论未来哪种走向，一个新的现实已经诞生。台湾和以色列这两条原本毫不相干的战线正在产生交集，这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我们看到，民主国家开始跨越传统地缘疆界抱团取暖，
东亚的台湾与中东的以色列在各自对抗威权势力的斗争中找到了共同语言，这无疑给北京和德黑兰等带来了压力和警示。对北京而言，台以走近意味着他在台湾问题上面临的统战和外交压力都会倍增，不再仅仅是美国、日本等传统对手，现在连中东的重要国家都可能插手台湾议题。虽然以色列军事力量无法直接介入亚太，但他的态度改变本身就具备象征意义，可能带动更多国家效仿。试想，如果以色列都不怕触怒中国公开挺台，未来会不会有其他曾被中国施压的国家，比如在非洲、拉美，重新考虑与台湾发展关系呢？毕竟以色列的国际地位和外交敏感度都很高，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全球产生示范效应。可以说，台以关系升温，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显示出中共声称的一中原则国际共识正在被侵蚀、被挑战。当然，对以色列而言，也开启了一段前途未卜的冒险旅程。一方面，他可能因此获得新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强化自身抵御威胁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也在与一个世界级强权交恶，承担相应的风险。这场豪赌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色列领导层的智慧和国际局势的演变。也许若干年后回头看，我们会发现这是以色列外交的一次大转型，从务实主义转向价值主义，从孤军奋战转向联盟对抗。台湾则可能从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助力，从而在对抗中共的漫长斗争中略占上风。结语：当前的国际局势可谓风云诡谲，而以色列与台湾携手对抗中共的剧情更是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对北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在台海问题上，他突然发现对手阵营里多了一面以色列的旗帜，难怪会气得跳脚。战线摊牌的序幕已然拉开，未来的发展耐人寻味。或许北京会设法安抚以色列，务求将这条歧路盟友拉回自己一边；或许以色列会在现实压力下稍作收敛，与台湾保持若即若离的默契；也或许世界将见证一段民主小国联手抗击强权的传奇续篇。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和价值。此刻，以色列和台湾的利益与价值观奇妙地重叠在一起，他们都在黑暗中摸索生存之道，却在彼此身上看到了光亮。面对共同的威胁，他们选择不再孤军奋战，而是并肩而立。这一步充满勇气，也充满风险。但正如以色列和台湾各自的历史经验多次死里逃生、化险为夷所示，他们从不缺少在逆境中求生的智慧与胆识。未来几年，国际舞台上可能会出现更多类似的战线摊牌，民主阵营趋于抱团，威权阵营亦然。而以色列与台湾的联手，无疑是其中最令人瞩目，也最具戏剧性的一幕。我们不妨拭目以待，看看这场跨越万里的合作能走多远，又会给亚太和中东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可以确信的是，在历史的洪流中，小国的抉择有时能激起大浪，而此刻，以色列和台湾已经激起了浪花，未来的篇章正徐徐展开。无论北京如何暴跳如雷，他们都将坚定地走他们选择的道路。这就是21世纪20年代最引人入胜的国际故事之一。战线既已摊牌，新的博弈才刚刚开始。我们将见证这段历史，见证大卫们如何再次对决歌利亚。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令许多人焦虑的问题：中共真的会在2027年对台湾发动武力统一吗？最近这个话题引发热烈讨论，政治学者明居正更是直言不会发生。他的这番话让不少人松了一口气，却也让人疑惑，中共不是一再对台湾文攻武下，加速军备发展，还扬言不惜一战吗？为什么明居正认为2027年反而不会开战？这其中藏着什么玄机呢？2027年这个年份为何突然成为台海危机的代名词？事情要从近年来台海周边的讯息说起。2023年11月，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公开表示，北京当局似乎以2027年完成武力犯台准备为目标，加紧推进各项军事整备。他提醒国人提高警觉。这番话一出，国内外议论纷纷，中国真的定下了2027年的大限，要在那年对台动手吗？其实，关于2027武统的说法早已有迹可循。
首先，中共在内部将2027年设定为解放军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年份，因为192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起点，习近平要求军队在建军100年之际达到较高水平的现代化。外界普遍解读这项目标包含了提升对台作战能力。然而，需要澄清的是，中国官方并未公开宣布2027年一定武力统一台湾。赖清德提到的这个说法，多半是根据情资研判和中共军事现代化时程推测而来。习近平在2022年召开的中共20大报告中，虽然重申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并强调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但他也表态愿意以最大诚意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并未给出统一的明确时间表，只是强调最终目标。因此，外界把2027年视为北京攻台的期限，某种程度上是一厢情愿的揣测。对中共而言，2027更像是军事能力建设的一个阶段性节点，而非必然动武的最后期限。当下时间已走到2025年底，台海局势虽然紧张，但总体保持平衡。未来几年里，还有几个重要节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是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华府对台政策随着政党轮替可能出现变化，中共会密切观察。如果美国新政府对介入台海态度趋于保守，也许会增大北京动武的胆量。反之，若美国更加强硬支持台湾，北京则更会投鼠忌器。接着是2026年至2027年。2027年是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也是习近平第3个任期尾声。中共可能希望在这前后展示某种历史性成就，因此不排除北京在2026年或2027年制造一场重大事件，例如在台海划设封锁区，夺取台湾外岛，或进行更大规模军演，以此对内宣传军威，对外营造统一声势。我们需要防范这类以战逼谈的企图。但另一方面，北京也知道2028年台湾将再度举行总统大选，他们或许寄希望于台湾选民选出一个相对亲中的领导人，让统一进程出现转机。所以在2028年之前，北京未必愿意把局势完全摊破。总之，从现在到2027、2028这几年是台海局势最敏感的阶段，各种变数交织。台湾要做的就是在这段期间保持定力，强化自身实力，不给对手可乘之机，并灵活应对国际环境的变化。台湾政府不敢掉以轻心，为了因应潜在的威胁，国防预算逐年提升，并宣布从2024年起将义务役服役期从4个月延长至1年，以强化后备兵力。一项特别国防预算也在规划，用于采购更多防卫武器。台湾也积极向美国采购先进军备，包括岸置鱼叉、反舰飞弹、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HIMARS、无人机等，来增强对解放军登陆舰队的威胁。F-16V 战机、M1A2T 坦克等采购案也在进行中，未来几年将陆续交付。台湾并开始自制长程精灵飞弹等武器，以便在战时能打击对岸军事基地，让中共本土也感受到压力。此外，国建国造计划下首艘自制潜舰已于2023年下水，未来投入服役后将提升海军下组封锁的能力。政府也推行后备军人重新训练，加强民防教育，目标是让台湾整体变成一只难以撼动的豪猪。换言之，台湾正努力让自己更强韧，这反而降低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因为中共越难一击得手，动武的念头就越会被打消。另一方面，美军目前在亚太地区已经部署重兵，第7舰队坐镇西太平洋，主力航母打击群长驻日本横须贺基地，美军第7空军驻扎南韩，第13航空队位于关岛，冲绳则部署有美海军陆战队远征军。若台海生变，这些驻军将在第一时间投入支援。此外，美国正与日本、澳洲、菲律宾等周边国家合作，强化军事布局。例如，在冲绳增设反舰飞弹部队，在澳洲轮驻轰炸机和战斗机，在菲律宾获得更多军事基地使用权等，目的都是为了缩短台海有事时美军的反应时间。换言之，中共若轻启战端，几乎注定要同时面对多个强权的夹击，不可能仅和台湾单打独斗。然而，就在舆论一片悲观时，明居正教授的一番分析
提供了不同角度。明居正教授是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常年关注中共政局与台海议题，以分析精辟著称。他直截了当地表示，2027年应该不会怎么样，如果真要发生事情，恐怕会在2026年。这句话乍听令人错愕，细想却不无道理。明居正解释说，战争最讲究出其不意，如果大家都预期中共将在2027年动手，那北京反而不会选在那个时间点，因为全世界都做好了准备。在他看来，与其说2027是开战时机，不如说它是一个被过度神化，反而不会发生什么的大年份。有人或许会疑惑，习近平不是说过，台湾问题不能一代一代拖下去吗？难道他不急于在自己任内完成统一？确实，习近平在2019年对台讲话中曾表示，不会把统一问题留给后代，这让外界猜测他有任内必统的压力。然而，政治宣示归政治宣示，真要付诸行动时，习近平仍会衡量实际风险。对他而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终极目标，统一台湾只是其中一环。如果急于求成，反而引爆战争，拖垮复兴进程，那将是他不愿见到的。本质上，习近平是一位务实的威权统治者，他固然渴望留名青史，但更在乎确保红色江山稳固。他可以等，只要认为未来条件会更好。因此，他虽然表面上强调不会把统一无限期拖延，实际上却没有设定明确的最后期限，就是为自己保留腾挪的余地。明居正的推论其实有其逻辑基础。2027年之所以受关注，正是因为各方都在为可能的冲突预做准备。美国这几年极力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增派部队轮驻关岛、澳洲，并拉拢盟友，组成更紧密的联防网络。例如，美日同盟更进一步，日本承诺将军费在2027年前提高到 GDP 的 2%， 并部署长程飞弹，加强防卫西南诸岛。美英澳组成 AUKUS 联盟，协助澳洲发展远程打击与核潜舰能力。就连菲律宾也在2023年同意美军使用更多当地基地，一旦台海有事，美军可以更快速从南方驰援。这些部署都不是空穴来风，针对的正是解放军可能的对台行动。随着时间推进，台湾的国际伙伴只会准备得更加充分。对中共而言，时间拖得越久，潜在对手的实力就越强。如果他们真铁了心要打，理应趁对方尚未完全备妥时动手，而不是坐等2027让美日台完成协防布局。特别是美国，近年无论是新型武器研发、军队训练转向印太，还是与盟友协调，步调都明显加快。2027年前后，美国将拥有更多先进的远程精准打击武器，更新型的舰艇和战机投入西太平洋，再加上高超音速武器等新技术陆续成熟，一旦开战，解放军将面对更棘手的对手。从这个角度看，中共若真打算在可预见的未来攻台，时间并非站在他那边，拖到2027，恐怕胜算更低。那么，为何中共不干脆更早行动，在美日军力还没完成部署的空当出击呢？原因在于，即便趁现在，解放军也没有十足把握，而且付出的代价依然高得令人却步。我们可以从军事、外交、经济等几方面来看中共面临的难题。首先，从军事角度，武力犯台是一场极其困难的战役。台湾四周环海，天险明显，光是跨越台湾海峡这一道天然屏障就难如登天。回顾历史，跨海远征往往是最艰巨的作战类型。例如拿破仑与希特勒都因英伦海峡的阻隔无法入侵英国。二战中，美军登陆日军重兵把守的冲绳岛也付出沉重代价。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登陆行动就是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当时盟军动员超过5000艘舰船，几乎倾其所有的优势武器，以及几个月的佯动欺敌，才勉强突破德军防线。而今天，台湾的防御武器比当年德军更先进，解放军若想在台湾登陆，面临的火力压制只会更猛烈。解放军固然兵力庞大，拥有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海陆空三军，但要渡海攻台，他必须同时取得制空权与制海权，才能保障运输船团安全靠岸。台湾方面这些年则积极强化不对称作战能力，部署大量反舰飞弹、野战防空飞弹以及机动灵活的防卫部队。中共的2栖登陆舰队
一旦冒险出航，极可能遭受台湾飞弹部队的饱和打击。此外，解放军虽然飞弹数量惊人，上千枚导弹对准台湾，但台湾重要的军事目标都有坚固工事与备援措施，不会因第一波打击就丧失抵抗能力。更何况，解放军自1979年与越南的边境战争后，再没有打过大规模现代化战争。40多年和平岁月中，官兵缺乏实战经验，指挥体系也没有经历战火淬炼。一支缺乏实战经验的部队，即使装备先进，也可能在真正残酷的战场上暴露弱点。反观台湾军队，虽规模较小，但训练有素，熟悉本岛地形，加上有美日情报技术支援，以守势作战而言，并非没有胜机。据军事专家估算，中共若想成功攻占台湾，至少需要投入约20-30万兵力登岛作战，并准备超过1000架次各型运输机、上百艘登陆舰船，将部队和物资运达滩头。然而以解放军目前的2栖投送能力，一次最多只能运送数万人登陆，远不足以覆盖整个台湾。这意味着他必须分批增援，而每一批渡海增援都可能遭台湾反舰飞弹与潜艇的拦截击沉。一旦运输船团损失惨重，登陆部队就会因后继无援而被围歼。此外，台湾海峡海况复杂，全年中只有特定月份风浪较小，适合大规模渡海。一般认为夏末秋初是相对合适的窗口期，中共能选择的攻击时机也受限制。天时地利若不站在他那边，强行用人海战术送兵过海，结果很可能只是徒增伤亡。再从国际角度看，中共武力犯台几乎注定会引发外部干预。美日等国早已表明对台海安全的高度关切。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曾4度公开表示，一旦台湾遭攻击，美国将出兵防卫。尽管事后美国官方澄清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但这些话已经显示出美国不会坐视台湾被武力吞并而无动于衷。可以预见，如果台海爆发战事，美军很可能迅速介入。届时驻日美军、第7舰队、第13空军等都会投入行动。此外，日本今年也强烈表态，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并持续扩充西南诸岛的防卫力量，强化离岛作战能力。澳洲则在美国协助下提升长程打击实力，印度也对中国保持高度戒心。简而言之，中共一旦开战，迎接他的将不只是台湾，而可能是一支多国联军的阵容。这对中国而言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硬仗，一不小心就可能演变成世界大战。中共高层必须慎思，真的要为了统一目标赌上与美日开战的风险吗？除了传统军事力量外，核武的存在也使台海问题更加复杂。美中之间维持着一种核恐怖平衡，谁都不敢把对方逼到使用核武的绝境。所以中共如果想迅速制服台湾，理论上可能动念先发制人的战术核打击来瘫痪岛内抵抗。然而一旦中共对台湾甚至对美日使用核武，后果将不堪设想，全球对中国的谴责和报复将排山倒海而来，中国自身也难免遭受毁灭性反击。因此核武更多是扮演下组角色，中共真正能考虑的仍是常规战争手段。但是在核武阴影下，常规战争也无法演变成一方对另一方的绝对压倒性胜利。一旦北京发现常规打法失利，会不会铤而走险升级冲突？这种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了各方决策的谨慎。总之，台海战事一旦开启，就很难控制在中共理想中的范围内，反而可能引发难以收拾的连锁反应。这也是中共迟迟不敢轻启战端的原因之一。接下来看经济层面，现代战争从来不只是军事对决，更是经济实力的较量。中共若攻击台湾，经济上的连锁反应恐怕也是他们难以承受的。首先，台湾是全球半导体产业中心之一，战争将严重干扰芯片供应链，进而冲击世界各国的科技产业，包括中国自己。中共当然可以宣称，解放台湾后，他将掌握台积电等企业，把技术纳为己用，但这种想法非常天真。战争状态下，晶圆厂这种高科技设施要不是停工就是被毁，就算硬是完整接收，没有原团队经营也无法运转。更大的经济风险在于国际制裁与资本外逃。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
西方国家迅速对俄罗斯实施金融制裁、能源禁运等措施，让俄国经济元气大伤。中国虽然体量比俄国大得多，但也高度依赖对外贸易和投资。一旦台海开战，美国和其盟国很可能采取类似甚至更严厉的制裁手段对付北京，包括冻结中国在海外的大量资产，切断中国银行的 SWIFT 国际结算渠道，禁止关键技术和设备出口中国等。外资企业也会出于风险考量，纷纷撤离中国市场。如此一来，中国苦心发展数十年的经济将受到重创，人民生活也会陷入困顿。中共历来以经济成长作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他们敢拿这一点去冒险吗？此外，战争带来的直接破坏也是笔天文数字的成本。台湾本岛虽小，但经济总量约6000亿美元。中国若诉诸武力，等于对一块高度工业化的土地全面破坏，重建费用将极其庞大，而这笔烂摊子最终也得北京自己买单。大陆沿海省份与台湾经贸联系紧密，战事一起，福建、广东等地的经济活动必然受到严重波及。千算万算，中共都无法避开经济领域的严峻后果，除非他已经不在乎发展，只求一战定江山，但那将与多年来中共对人民所承诺的中国梦、民族复兴背道而驰。最后谈政治风险，对习近平而言，是否攻打台湾是一道生死存亡的赌题。如果赌赢了，他将登上民族英雄的神坛；但若赌输，不仅他个人威信扫地，整个中共政权都可能垮台。须知历史上，统治者因战争失利而下台的例子比比皆是。从阿根廷军政府在福克兰战争后倒台，到苏联在阿富汗泥淖中折戟触发解体，再到今天俄罗斯在乌克兰陷入苦战，国力大耗，独裁者们的冒险往往换来政权崩溃的下场。习近平和中共高层不会不明白这点，所以尽管他们对内强调不惜一战，不允许台湾独立，真到下令开战那一刻，必定是深思熟虑、权衡再三的结果，不会轻易冲动。此外，中共还得考虑人民的态度。多数中国大陆民众在官方宣传下仇视台独，向往统一，但这种民族情绪能否撑过一场长期而艰苦的战争是未知数。一开始也许爱国热情可以动员年轻人上战场，但如果伤亡数字节节攀升，经济凋敝，物资短缺，老百姓对战争的支持恐怕难以为继。尤其中国现在每年有上千万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本已巨大，倘若战争导致更多青年被征召上前线，甚至成批阵亡，社会舆论可能很快从狂热转为反战。中共最害怕的就是内部出现不满甚至动乱，那比外部压力更致命。决定开战之前，习近平必须确信能在短期内取得胜利并控制局势，否则稍有不慎，他苦心经营的集权统治就可能毁于一旦。由此看来，中共虽然口头上把2027年渲染的战云密布，但实际上他们心中也有一把尺，在没把握之前，恐怕不会轻易动手。明居正强调2027年不会怎么样，并不是说中共放弃了武统野心，而是指出传说中的大限未必真是大限。中共很擅长心理战，也许也乐见外界把某个年份神话般的传播开来，从而对台湾社会形成压力。然而我们不能自己吓自己，更不能把敌人的宣传当成现实。不论是2027年还是任何一年，台湾人都应该冷静判断形势，既不松懈也不恐慌。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爆发的香港反送中抗争，以及中共随后在香港推行严厉的国安法，极大打击了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本来北京长期希望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诱使台湾接受统合，但香港的例子证明，中共的承诺可以说变就变。如今台湾绝大多数人民都排斥一国两制，对中共的不信任达到空前高度，和平统一的可能性日趋渺茫。这也是为什么北京方面转而更加倚重文攻武吓，企图用硬手段逼台湾就范。然而恫吓反而让台湾人民更团结地拥抱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不愿向威权低头。中共若不调整策略，继续以威逼代替利诱，只会令两岸民心距离越来越远。明居正提醒大家，我们每天滑手机、看网络，都可能已置身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如果台湾内部因此人心惶惶，自行崩溃，那么北京甚至无需动用一兵一卒就达成目的了。
中国多年来透过网络开打对台认知战，从官媒到内容农场，假消息从未间断，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统战渗透。他呼吁民众不要随便被网络讯息洗脑，因为对台认知战就是战争的第一线，早已在我们每天的手机讯息中开打。我们的确要提高警觉，不要落入中国认知战的陷阱。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风险是擦枪走火。目前台海上空和海面上，解放军与台湾、美日军机军舰经常距离非常近的巡弋对峙。如果发生意外，比如战机碰撞坠毁、舰艇误判开火，极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中共可能借机对台升高军事行动，而美日也将被迫强力介入。历史上因误判而引发战争的例子屡见不鲜。1967年，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6日战争就有紧张局势下误解和过度反应的因素。台湾方面深知此种危险，也与美国密切合作，试图建立两军沟通管道和紧急热线机制，以便在突发事件时缓和局势。但是危机时刻瞬息万变，我们仍需有万全准备和冷静判断力，才能避免一颗火花烧遍草原的悲剧。中共或许希望透过长期施压，孤立台湾，等待台湾自己内部分化，甚至向北京妥协。然而也有观点认为，北京可能倾向采取怀柔加封锁的方式，而非立即全面登陆。所谓封锁，就是以海空军力量切断台湾与外部的联系，在不直接轰炸城市的情况下，用经济孤立和心理压力逼台湾就范。这种方式表面上看似比直接攻城略地温和一些，中共可以对内宣称不是在攻打台湾人民，而是逼台当局谈判。不过封锁同样是战争行为，台湾必然不会坐以待毙，国军会出动军舰与飞机尝试突破封锁，美日等国也可能组织护航舰队护送物资进入台湾。一旦封锁线上稍有擦枪走火，就会演变成全面军事冲突。而如果中共不敢拦截援台船团，封锁最终也会宣告破功。退一步说，即使封锁初期得逞，台湾社会有充足韧性撑过一时的物资短缺，但封锁却势必要长时间维持，中方自身经济和军事资源的消耗将极为惊人。在这场持久战中，谁先撑不住很难预料。可见不登岛只封锁并非万全之策，很可能最终无法迫使台湾投降。中共若走到这一步，仍得面临是进一步攻台还是偃旗息鼓的抉择。总之，不管哪种剧本，统一台湾都不像北京宣传的那样轻松。台湾有坚强的意志，背后有国际伙伴支援，中共不可能不费吹灰之力就收复台湾，这种幻想根本不切实际。回顾历次台海危机，中共每也是雷声大雨点小。1950年韩战爆发时，美国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迫使毛泽东暂缓了原定的攻台计划。1958年的823炮战，中共对金门发动猛烈炮击，意图震慑台湾和美军，但台湾军民顽强抵抗，美国也提供了后勤支援。最后，中共见难以得逞而停止炮击。再比如1995年至1996年的台海飞弹危机，中共试射飞弹和大规模军演恫吓，企图影响台湾首次民选总统。但美国派出2个航母战斗群驶向台海附近巡弋，展示维护台海稳定的决心。结果中共的演习最终虎头蛇尾收场，台湾的选举如期举行，危机平安度过。可见中共历次叫嚣虽然声势惊人，但真正付诸行动时都投鼠忌器，因为他们知道一旦碰上美台坚决的防卫，战争远非想象中那么容易。21世纪以来，两岸局势几经起伏。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民进党执政后，中共忧心台湾走向法理独立，在2005年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声称若出现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情形，将采取非和平方式。但法条虽强硬，中共仍保留了模糊空间，并未设定明确时间表动手。2008年至2016年，国民党执政期间，两岸关系相对缓和，中共采取惠台政策，企图以经济融合拉拢台湾民心，但台湾主流民意并没有因此倾向统一。2016年蔡英文总统上任后拒绝接受9·2共识，北京转而施加更大压力，包括在外交上挖走台湾邦交国，在军事上频频派机舰绕行台湾。即便如此，中共仍停留在恐吓施压的层次，并未真正对台动武。从这些年的作为看，
北京一直试图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达成目标，而不是铤而走险引爆大战。设想最坏情境，如果某一天清晨，中共真的对台湾发动突然袭击，情形会是如何？台湾北部的天空出现密密麻麻的飞弹轨迹，一些军事基地和关键设施遭到轰炸，台北市拉响刺耳的防空警报，民众惊慌奔向防空洞避难。南部左营海军基地传来震天巨响，码头上一艘艘军舰中弹燃烧，港口弥漫黑烟。东部花莲的空军基地战机紧急起飞迎敌，而民用机场的跑道却被炸出巨大弹坑，所有商业航班停飞，全台湾进入战时状态。高速公路上满载部队和物资的车队疾驰，电视、网络中不断出现交战的画面，建筑物倒塌，火光冲天，救护车尖啸，医院挤满伤患。这不仅是军队与军队的对决，也是2300万台湾人民的生死存亡。短短几天内，台湾经济将陷入瘫痪，供水供电不稳，大众恐慌蔓延。而对岸的中国也好不到哪去，美日盟军可能开始反击，中国东南沿海的军事基地和港口城市将遭受导弹打击，原本繁荣的深圳、厦门可能出现市民大规模撤离，国际投资者疯狂逃离中国市场，人民币汇率暴跌，这将是一场现代文明无法承受的灾难。习近平当然清楚，一旦开战就没有轻易回头的余地，也没有真正的赢家。就算解放军最终占领台湾，国际制裁和连年动乱将把统一后的中国拖入困境，而台湾人民也不会俯首就范。战后岛内很可能出现长期的武装反抗和公民不服从，中共将陷入对付游击战与维持占领秩序的泥淖，就如同美国当年在越南和伊拉克碰到的困境一样。如果解放军无法速战速决，战争旷日持久，陷入泥潭的将不只是中国，也包括习近平本人和整个共产党政权的存亡。因此，他必须慎之又慎。总的来说，2027年并不是一个注定开战的日子，很可能像过去许多次台海危机年一样，有惊无险地度过。但这并不意味着威胁会就此消失，只是暂时往后延宕。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仍需密切注意中共军事力量的变化。有专家预测，2030年代中期，也就是2035年前后，解放军现代化将达到新的高峰。届时，中共可能觉得更有把握而蠢蠢欲动，台海冲突风险或许又会升高。因此，台湾绝不能因几年平安无事就松懈。我们必须把握现在这段相对和平的窗口期，持续强化国防，深化与美日等国的安全合作，不断提高下阻侵略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一次又一次将战争的可能推远，直到有一天，对岸的决策者放弃武力企图，或中国内部出现足以扭转局势的变化，那时台海威胁才算真正解除。最后总结一句，不用过度迷信某个年份，也不要任人恐吓，战争与和平的主导权不全在对岸手上，只要台湾这边做好准备，保持团结，敌人的如意算盘就不容易得逞。2027年不会是终局之战，只会是台湾在风雨中继续站稳脚跟的一年。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一年和未来的每一年，让中共统一台湾的野心都无法变成现实。相信凭借坚定的意志与智慧，我们终能度过一次次险关，迎来属于自己的和平未来。